各位观众朋友，想象一下2025年8月1日这天清晨，台湾出口商们打开新闻，看到美国对台湾产品课征高额关税的消息，会是什么样的震撼场面呢？最近围绕这个日期，有许多传言与紧张气氛，美中贸易战延烧，川普总统卷土重来，发动全球关税攻势，台湾这个美国的亚太盟友如今也被卷入其中。这场关税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8月1日真的要对台湾开闸吗？川普为何到现在还只字未提台湾？背后又有什么盘算？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场即将来袭的风暴，以及台湾如何应对。奇怪的是，在川普政府大张旗鼓地对许多国家发出关税警告时，台湾的名字却很少被他公开提起。无论是在他的演说、社交媒体发文，还是白宫正式声明中，我们几乎没听到川普直接点名台湾要被怎样怎样。难道川普对台湾网开一面，还是另有隐情？外界纷纷揣测，川普至今尚未明确提到台湾的原因。一种分析认为，这其实反映出台美谈判目前的特殊状态。美国对台湾还没有发出所谓关税通知信。是的，在美国首批寄出的10几封警告信中，并没有台湾。白宫已经通知了日本、南韩、加拿大、欧盟、泰国、印尼等14个谈判不顺或进度落后的经济体，告知他们各自将面临 25% 到 40% 不等的高关税。例如，日本和韩国被定为 25%， 泰国 36%， 印尼 32% 等等。这份第一批名单基本涵盖了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国，然而台湾不在其中。对照美国官方统计，台湾其实是美国贸易逆差占比超过 3% 的少数经济体之一，照理说应该榜上有名，但却意外缺席。由此推测，正是因为台美之间的协商仍在进行且有所进展，川普才暂时没有对台湾撂下公开狠话。毕竟，如果谈判桌上气氛尚可，美方不需要用喊话方式刺激台湾，而且一旦公开点名，等于把台湾推到墙角，反而不利谈判继续。川普一向号称谈判高手，他深知事实保持沉默也是策略。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外交与政治上的微妙。大家知道，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只有非官方往来。川普如果要寄一封关税通知信给台湾领导人，在称谓和礼节上就是个难题。直接称呼台湾总统吗？这牵涉美国一中政策，不是小事。即便川普敢破格，他的幕僚和国安团队可能也会有所顾忌，所以美方干脆低调处理，避免公开对台湾发出正式信函，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外交口水。同时，川普在公开场合不谈台湾关税，也是为了不让事情过度政治化。他对其他国家喊话时常常语出惊人，比如批日本车太多、欧盟占便宜等，这样的强硬姿态对盟友都造成一定民意压力。如果套用在台湾身上，可能效果适得其反。毕竟台湾民众长期对美国怀有友好，川普若突然变脸公开指责，恐引发台湾社会的以美情绪，这对美国不利，因为美国还需要台湾在地缘政治上与自己站在一起，不能因为一时贸易摩擦就伤了民心。于是不明说反而成了美方目前对台策略的一部分，一边关起门来谈判，另一边则对外装作风平浪静，至少不让舆论炸锅。也有观点认为，川普没有明确点名台湾，是因为台湾在他眼中属于可谈的对象，而非必须强硬对付的对手。在他的世界里，国家没有绝对的敌友之分，只有生意做得成与否的区别。近日，有分析直白地形容，川普的心态是投币才能玩游戏，各国必须拿出实际让利表现诚意，美国老大才带你玩。从目前迹象看，台湾已经释放出一些善意，例如增加对美采购、企业赴美投资等，我们稍后详谈。因此川普也把台湾视为愿意合作的伙伴，不急着公开敲打。相比之下，像日本、韩国那样迟迟不肯在美要求上让步的，川普就干脆在公开场合放话，可能跟日本谈不成，那就照信上说的 25% 关税办等等。所以我们从川普只字不提台湾，反而能推论出台湾目前被美国列为一个谈判积极进行中的案子，某种程度上没被点名就是好消息，表示美国还抱持希望，不想翻桌。在谈判策略上，
川普此刻对台湾保持沉默，等于留了一条体面的台阶，希望双方能和平收场。虽然川普嘴上对台湾沉默，但不代表他心里没有算盘。相反地，美国在川普领导下对台关税政策已有一套潜在布局。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几个月来的发展，就能看出端倪。今年4月2日，川普宣布全球对等关税时，把台湾也包括在内，初步给出 32% 这个惊人的税率。这么高的关税几乎前所未闻，引起台湾上下哗然。不过，美国随后在4月5日实施普遍议程关税时，刻意豁免了半导体等少数产品，尤其台湾最仰赖出口的晶片并没有列入加征清单。也就是说，即使未来真的要对台 32% 关税，晶片可能不在课税范围。为何如此？这是美国精心计算的结果。台积电等台湾厂商是美国科技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环节，美国自己也离不开台湾的先进晶片。如果把半导体也课重税，等于美国企业自断经脉，这对川普政府极为不利。因此他们早早决定，关税归关税，关键技术领域先排除在外，一方面减少对美国自己的冲击，另一方面也避免把台湾真的逼急了。因为如果连护国神山的产品都受打击，台湾舆论反弹会更强烈。除了晶片，美国也对一些药品、医疗物资等战略商品豁免普遍关税，这些都显示川普在铺排关税政策时软硬兼施，对大宗工业品、民生品强硬加税，但对不可或缺的东西网开一面。对台湾来说，这意味着川普政府再画一个杠杆，保留台湾经济中最核心的部分，不去动它，同时拿次要但金额可观的部分开刀。例如，台湾对美出口除了半导体，还有大量机械设备、金属制品、工具零组件等。这些产品美国不至于非台湾不可，可以从别处采购或自行生产，因此拿来当关税祭品最适合不过。据了解，美方对台初步列出的课税清单涵盖钢铁、铝材、机械五金、纺织成衣、自行车、石化原料等等。这些产业在台湾出口中占相当比重，而且竞争者众多。一旦美国提高关税，台湾厂商的客户就可能转单去找越南、墨西哥、泰国等地成本更低的供应商。这正是美国的策略，用关税让供应链，用脚投票，促使更多制造业离开亚洲，转向美国或亲美国家。川普政府希望这波关税政策达成多重目的：缩小对台逆差，吸引台商赴美投资设厂，同时打击中国，可谓一石数鸟。那么，川普真正想从台湾这里得到什么好处？答案呼之欲出：更平衡的双边贸易和更多的美国利益。首先是贸易数字上，台湾对美多年顺差，2024年美国对台湾贸易逆差高达1100多亿美元，名列前茅。这在川普眼里几乎就是罪状。他一向认为贸易逆差等于美国吃亏，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削减。对中国，他用了关税和协议双管齐下，逼对方买美国农产品；对台湾自然如法炮制。川普政府的官员已经明讲，他们希望台湾增加自美采购，减少顺差。同时，川普也抱怨台湾对美国某些商品的市场开放不够，特别突出的就是美国猪肉和牛肉。虽然台湾早在前几年部分开放了含瘦肉精美猪进口，但仍有一些限制，以及对美牛年龄部位的规定等。美方认为这些都是贸易壁垒，希望一并清除。因此可以想见，川普对台关税的背后其实是一张谈判清单，要台湾在农产品市场上完全对美开门，还要在能源采购上多下订单，甚至在国防军购上继续加码。事实上，美国贸易代表署在今年年初就点名台湾应该解除剩余的美牛美猪禁令，作为双边贸易谈判的条件之一。换言之，美方把关税当作杠杆，目的是逼出台湾更多让步。除了要求多买美国货，川普的布局还包括引导台湾配合美国更宏观的经济战略。例如，他一直强调要再工业化美国，希望重要产业链迁回美国本土，同时也在推动盟友一起对供应链进行去中国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台湾恰好在这两个议题上都有角色。一方面，台湾拥有半导体等尖端制造能力，美国拉拢台积电赴美投资就是要弥补自身制造短板。另一方面，
台湾许多传统产业过去受惠于两岸经贸，但现在美中对立下，美国希望台湾企业降低对中国市场和工厂的依存度，最好把产能分散到美国或友邦国家。川普的关税大棒无疑加速了这种调整的动力。关税一来，继续把鸡蛋放在中国篮子里风险更大，还不如转去美国生产或投资，至少可享美国优惠。据台湾官方统计，今年台商对美投资额度大幅扩大，涵盖电子资讯、石化、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高层也频频强调将增加美国能源进口，鼓励企业赴美设厂。经济部长甚至预估未来10年，台湾将从美国进口超过2000亿美元商品，来展现对美经贸合作的诚意。这些举措其实正对应了川普的胃口，让盟友掏钱投资美国，购买美国产品，川普就能对内宣称胜利，对外则放松关税压力。可见，美国对台关税政策并非真想封杀台湾经济，而是以退为进。关税威胁是一种谈判工具，目的是换取台湾更多经济上的让利和战略配合。当然，上述布局也有最坏的情况，万一台湾不满足美国胃口，川普不惜真的开征重税。如果谈判破裂，8月1日后，台湾对美出口将被课以高达 32% 的关税，那会怎样呢？经济学家已经做了模型推估，台湾出口美国的商品恐怕将萎缩60%以上，因为许多订单会被关税吓跑，改向别国购买。台湾整体 GDP 可能因此减少约 3.8%， 将近 4% 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台湾制造业产值预估将下降约 5%， 数十万劳工饭碗不保。如此巨大的冲击，对台湾政经都将是震撼弹。川普愿不愿承担把一个盟友经济打残的后果，或者说他是否在乎？或许他的如意算盘是，台湾不会让情况走到那一步，势必在最后时刻让步，从而达成协议，美国也就不需真的祭出最终手段。可以说，川普的对台关税布局就是建立在对其有利、进可攻、退可守的基础上，谈得成，美方大赚让步；谈不成，就算硬打关税，美国自身损失也能承受。这套算盘可谓精明又冷峻，把经济利益和地缘算计混杂在一起，让台湾骑虎难下。讨论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川普是否可能把台湾当作更大棋局中的筹码来运用？特别是美中关系错综复杂，台湾向来被视为美中博弈的敏感点。川普过去在和中国谈判时，就曾经忽冷忽热地打过台湾牌。一上任时，他接了台湾领导人的电话，显示对台友好，但随后又表示尊重一中，不再与台高层通话，以求换取中国在贸易上的合作。这种交易式的作风让外界捏了把冷汗，难道台湾的利益会成为美中谈判桌上的交换品？在川普第2任期的剧本里，这种风险依然让人忧心。尽管川普政府强化了对台军售和高层互动，国会两党也前所未有的支持台湾，但川普本人看重的是什么？是经济利益和交易成果。他并非从价值理念出发来支持台湾民主，相较之下，他更像一位生意人，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可以谈。因此，有分析直言，川普对台湾的态度其实取决于出多少价码。如果中国真愿意在某个大交易中让步极大，交换条件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退让一些，川普会不会动心？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虽然目前看来，美中在贸易上已达成一定妥协，例如中国恢复购买美国农产品、稀土出口等，美国则调降部分对中关税，而且双方冲突仍多，不太可能有美国出卖台湾的大交易。但川普的不可预测性让台湾不敢掉以轻心。正如台湾舆论所说的，以美论就是担心美国靠不靠得住。当美国自己利益和台湾利益发生冲突时，川普会选择谁？多数人恐怕心里有数，他一定是先顾美国，台湾只能排后面。从另一个角度，台湾对川普而言也可能是一张对付中国的牌，但用法相反。当北京在地缘上步步进逼时，川普或许会加大对台支持，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手段，例如提高美台官方互动层级，增加军事合作，甚至暗示支持台湾更大的国际空间，来刺激中国让步。然而，
这些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动作，川普都还算节制，没有真的踩下过去美国总统没踩的红线。相反地，他选择用经济牌对己方施压。有人形容川普打的是经济战争版的台湾牌，通过关税和贸易手段，同时向中国和台湾要东西，要中国看到美国连台湾这盟友都敢课税，显示美国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是要求所有人遵守美国定的规则，某种程度上减弱中国美国针对我的说辞，也要台湾明白美国的友谊不是白给的，你得付出经济代价。这种策略很高明地把台湾放在一个既重要又危险的位置。重要是因为台湾牵动中美博弈，危险是因为台湾可能被摆来摆去。一些国际关系专家分析川普的心态时指出，他其实不太 care 意识形态或传统盟约，他看重的是实际利益。如果台湾让他觉得占了美国便宜，譬如半导体业太强，抢了美国工作机会，防务上又仰赖美国保护，却没多付钱，那么在他眼里，台湾就未必是完全的自己人，可能某方面也是竞争者。川普就曾公开抱怨过，台湾赚走了我们半导体的大钱，还军费出太少。这类话听在台湾人耳里很不是滋味，但却真实反映了川普看台湾的一面。他可以一方面称赞台积电去美投资是他关税政策成功的证明，另一方面又警惕台湾别把美国市场和技术都吃光。这种矛盾心态下，川普对台策略就显得扑朔迷离，既有合作的一手，也留着压制的一手。说到底，他希望塑造一种交易关系，台湾愿意分享经济利益，配合美国战略，那就是伙伴。否则，在必要时，他不排除让台湾的利益为更大的美国利益让路。这番分析或许听起来冷酷，但国际政治从来现实。对台湾而言，川普是否把台湾当筹码，很大程度取决于台湾自己能拿出多少筹码来自保。幸运的是，台湾并非全无牌可打，最重要的筹码就是台湾的战略价值和产业优势。美国政界清楚认识到，一个繁荣稳定的台湾符合美国利益，因为它是对抗中国扩张的重要一环。如果台湾经济因美国关税重创，最开心的恐怕是北京，而这不符合美国长远战略。因此，从这层面看，川普也不敢把台湾逼到绝境，他必须在敲打和拉拢之间取得平衡。再来，台湾的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对美国科技领先地位有利，一旦台湾因美国政策转向他国，甚至投向中国怀抱，那对美国也是损失。所以川普得考虑后果。这些因素都是台湾作为杠杆的地方，美国不会轻易松手台湾，因为台湾也是美国博弈中的一个重要杠杆点。只是这杠杆有时可能被川普压在谈判桌上，要台湾自己承受重量。总结而言，川普的战略考量十分现实务实，台湾对他而言既不是完全免死金牌的盟友，也不是对手阵营，而是一个可以通过施压获利的对象。但他也明白台湾在地缘政治的关键性，因此不会真的把台湾当小卒牺牲。与其说台湾是川普的谈判筹码，不如说是谈判工具和伙伴的混合体，需要时拿出来敲一下，谈成后再收起来一起合作。这种亦敌亦友的态势，也正是台湾目前陷入关税争端的尴尬写照。面对美国这场关税风暴，台湾内部正在积极应对。政府方面，从总统到行政团队，这几个月来其实马不停蹄地在和美方协商。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台湾的副院长郑丽君女士数度率团赴华府，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美财政部官员进行面对面磋商。甚至在7月中，郑副院长还滞留华府与美方进入关键阶段的谈判，尽全力想在期限前达成协议。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坐镇，深夜与谈判团队视讯连线，指示原则并表达卫冕。可以说，台湾高层对此事高度重视，把它当作攸关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任务。只是为了谈判成效，政府对外保持相当低调，整个谈判过程细节紧紧保密，没有大肆宣传。行政院发言人多次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不便透露，只说会尽最大努力争取最佳结果。这种低调一方面是避免节外生枝，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国内不同利益团体
过早介入而影响谈判策略。不过，再低调也掩盖不住实质动作。台湾政府其实已亮出数张牌，试图化解美国的不满。第一张牌，增加采购美国商品。总统赖清德在7月下旬公开宣示，台湾将进一步扩大向美国购买天然气、石油等能源，提升能源自主。同时也强调台湾欢迎美国农产品，将努力打造更平衡的双边贸易。赖总统甚至在接见美国国会访团时，幽默地说，台湾很愿意当美国农产品和制造品的好买家，美国产很多粮食和原料，不愁没朋友分享吗？台湾就是那个愿意分享的朋友。这些表态其实就是明确告诉美方，我们愿意减少顺差，让美国多赚点钱。第二张牌，配合美国产业政策。赖总统表示，台湾愿意参与美国再工业化和人工智慧领域的布局。换句话说，台湾不仅买美国货，还愿意把高科技研发、生产的一部分放在美国，共同提升产业链。这对川普政府而言是相当诱人的承诺。毕竟，美国正希望建立本土 AI 晶片、生物科技等产业。台湾如果投入合作，美方达成目标会容易许多。第三张牌，国防安全合作。虽然表面上关税是经贸议题，但台湾也借此强调自己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价值，例如继续增加向美采购先进武器，分担区域安全成本。赖总统在谈话中就提到，台湾理解美国对台军售和更紧密的经贸连结，能让台湾不易被中国经济胁迫，某种程度也是强化共同防御。所以台湾承诺会履行对自身防卫的投入，不让美国单方面负担。这其实是在回应川普先前台湾国防靠美国保护却出钱不够的抱怨。现在台湾拿出态度，该买的武器一件不少，甚至多买，新开发的军武也愿与美合作生产，借此拉拢美国军工产业的支持。这些努力目标都是换取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手下留情。除了谈判桌上的交涉，台湾政府也在做最坏情境预案。行政院早早要求国发会等单位评估美国加税对各行各业的冲击，并已经拟定了一套纾困应对方案。如果真的8月起课税，政府将动用预算对受影响产业提供贷款、补贴、转型协助等。据透露，规模可能高达新台币数百亿元。像行政院长就和工商团体密集开会，强调政府有880亿纾困基金准备稳住局面。当然，这只是备而不用的希望，谁都知道与其事后擦屁股，不如事前避免失火。但这些举措至少显示台湾当局有在做功课，尽力降低风险。然而，政府的低调与乐观姿态并未完全消除国内的担忧。台湾产业界和民间舆论对这场关税大战是既焦虑又略带不满的。焦虑在于，许多企业老板不知道谈判到底如何，心里没底，只能先紧缩投资，观望。有调查显示，已经有1/4的厂商暂停扩充计划，5%的企业开始裁员，以防万一。特别是那些对美出口比重高的行业，如传统五金、螺丝螺帽等中小企业，现在日子非常难熬，他们利润微薄，如果真的加税30%以上，几乎等于宣判部分公司出局。即使现在关税还没来，他们也不敢接新订单，生怕8月以后出货就赔本。一时间，产业链上充斥着不确定性，而不满则在于，许多人觉得政府资讯不透明。在野党和民间团体批评谈判过程，劳工和中小企业被排除在外，政府只顾跟美国周旋，没跟国内利害相关方好好沟通。像劳工团体就组成了一个关税冲击劳动行动联盟，声称有至少50万台湾劳工饭碗受威胁，但政府迄今没有主动与工会对话。于是扬言，如果政府不让劳工参与谈判，他们不排除上街抗议。这种情绪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关税一来，最先苦的就是基层员工。如果政府谈判时没考虑如何保住就业，他们当然着急。台湾政治圈对这件事的反应则显得小心翼翼，又不乏较量。执政的民进党立场尴尬，一方面要挺住对美友好的路线，强调有能力化解危机，另一方面又不能让外界觉得自己对美唯命是从，卖台求荣。所以民进党官员发言颇为谨慎，多数时候只说努力谈判，盼达双赢，
倒是在野的国民党逮到机会猛攻执政者。他们批评民进党政府过去几年亲美疏中，政策导致如今被美国压着走。台积电花大钱赴美设厂，却换来美国重税，岂不是被当冤大头？也有蓝营人士甚至用较激烈的词语抨击政府瞎搞，让台湾劳工和企业受害。国民党的论调基本是2点：其一，美国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认同就对台湾客气，民进党不要搞错情况；其二，政府应该更透明和专业，邀集朝野和产业共同商议对策，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谈。除了国民党，第三势力如台湾民众党也发声。民众党有人持比较正面的看法，认为台湾没被列入第一批加税名单，说明谈判有进展，这是好现象。他们呼吁朝野应超越党派，一致支持政府和美国周旋，毕竟维系台美良好关系符合全民利益。有民众党前幕僚就公开表示，台湾是美国民主阵营的重要伙伴，这层身份应该帮助我们最后不致被惩罚。当然，话是这么说，但能否确保除非谈出成果，否则不会挨罚，还得看政府智慧。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台商会等外国商界力量也在替台湾发声，他们在公开场合敦促华府慎重对待对台关税问题，强调台湾对美供应链的重要性，希望美方能豁免台湾商品，或至少降低税率继续谈判。毕竟许多美国企业也需要台湾零组件，关税最终会转嫁到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身上。据估算，美国消费者今年已因川普关税政策平均每户多支出2400美元，如果再加码各国，物价可能更涨。经济学家都在摇头。好在美国国会对台湾是友善的，多位参众议员公开表示不愿看台湾受伤，这或许也是台湾政府背后仰赖的一股支撑力量。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据传也在游说美国国会，希望他们向白宫施压，体恤台湾处境。不难想象，这段时间各种外交管道一定全开，就为了帮台湾说项。面对这场缠斗，各种评论与观点此起彼落，角度各不相同。我们可以综合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来更立体地理解这件事。经济分析方面，有专家认为，短期内台湾受关税冲击有限，长期挑战更大。一些产业研究指出，台湾在半导体等领域有无可取代的地位，需求强劲，即便课税，美国也不敢对晶片开刀，所以台湾的核心产业有避风港。而且由于川普此次是全球性课税，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等也遭殃，大家一起被加税，反而台湾的竞争力不会相对削弱太多，因为没有谁能趁机渔翁得利。然而，对那些传统产业来说，情况就危急了。台湾的螺丝、工具机产业原本就受到越南、泰国等低成本国家追赶，如果再叠加美国关税，产业外移和被取代的速度将大幅加快。有业界人士透露，近来每月都有多家螺丝工厂关门，订单大量流失，部分企业干脆把生产线搬去东南亚，以避开高关税。甚至有台商考虑直接赴美设厂，把产品标上 Made in USA 来免税。这些现象说明，无论台美是否达成协议，供应链重组已经在发生。台湾经济正经历一场压力测试，结果将决定哪个产业能留下，哪个不得不转型。总体而言，经济学者感叹，川普关税虽然可能逼台湾让步换取短期平安，但也加速了产业格局变化。长远看，台湾需要提升附加价值，摆脱低利润依赖，才能在日益区域化的供应链中站稳。安全战略方面，一些观点担心美国关税战带来的美中经济脱钩对台湾未必是好事，因为美中若彻底脱钩，往后美国经济制裁将无法有效牵制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经济顾忌也会降低。有美国学者在国会作证时就指出，中国仰赖对美出口，如果相信一旦攻台会被切断贸易而经济崩盘，就不敢轻启战端。但假如中美贸易本来就被关税和政策搞得七零八落，中国对美依存变小了，那到时候经济后果的下阻力也弱了。换句话说，川普以关税快速推进的美中脱钩，可能反而减少美国手上和平压制中国的筹码，从战略上提高台海风险。这种高度宏观的观点提醒我们，
不要只看眼前关税涨跌，还要思考更大的安全环境变迁。台湾夹在中美之间，经济是安全的地基，地基如果重组，安全格局也得跟着调整。政治信任方面，台湾社会出现了对美国态度的两极反应，一边是对川普有些失望甚至愤怒的人，他们质疑美国不是号称最支持台湾的盟友吗？怎能拿经济来修理我们？一些网民直言这事友邦割韭菜，把台湾当提款机。尤其看到台积电砸重金在美国建厂，结果美国转头给我们关税大棒，让人心寒。这些声音反映出一部分台湾人对美国产生了信任危机。如果连美国都靠不住，那台湾未来该怎么办？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为美国缓颊，他们认为川普归川普，美国长远利益仍与台湾站在一起，川普的所作所为只是短线交易，不代表整体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再者，这些人相信台美终究会找到双赢方案，毕竟美国国会两党和民间对台友好态度是真实存在的，不会让川普肆意伤害台湾。他们把这次风波视为朋友间的摩擦，就像赖总统形容的好朋友间的摩擦，不影响根本情谊。或许争吵过后，双方关系还会更紧密，因为台湾买了更多美国货，战略绑得更牢。中国大陆方面，他们的官方和媒体自然是充分利用此事进行宣传。北京的对台办发言人罕见地主动谈论美国对台关税，痛批民进党当局逢美必悲，为了讨好美国，不惜出卖台湾利益。大陆官媒甚至指责台湾政府面对美国单边贸易霸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只会对美逢迎，牺牲台湾劳工和产业。难怪岛内各界不满，这套说辞其实颇有挑拨意味，意图把台湾遇到的经济压力归咎于执政者亲美的路线，进而暗示台湾民众，你看，跟着美国只会被剥削，我们大陆才是真心对台湾好的，等等。当然，听听就好，毕竟北京自己也在贸易战里被川普揍得不轻，现在不过是想拉台湾下水，转移焦点罢了。不过话说回来，大陆所指出的台湾劳工抗议，几十个工会组联盟对政府施压等等，在台湾还真发生了，这些都是真实的社会反弹，大陆只不过予以放大宣传。因此可以预见，如果美台谈不拢，8月后台湾经济出状况，北京肯定会加倍宣传美国靠不住，以图瓦解台湾民心对美的信任。而反过来，若美台谈妥，台湾逃过高关税，北京又可能冷嘲热讽说台湾买单花钱才换来美国关照，依然是亏了。无论如何，在国际宣传战场上，台湾都是两面受敌，一边要应对美国强硬谈判，一边还得防备北京的言语攻势。美国内部方面，经济学界和产业界对川普这波全球加税有不少批评声。很多专家指出，关税最终是美国消费者买单，对美国通胀和经济成长不利。但川普阵营则辩称，关税收入可以用来减税补贴美国人民，而且能逼出更好的贸易条件，长期看值得短痛。这种看法在美国政坛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支持者多半强调对华强硬的必要性，认为必须全面重塑供应链，把对中依赖降到最低，纵使短期有阵痛也要忍。而反对者则担心，美国同时向这么多国家开战，会把盟友都赶跑，让中国渔翁得利。特别是看到台湾、南韩、日本这些亚太伙伴也被课重税，有美国学者直言，这相当不智慧，因为抗衡中国需要盟友团结，如今川普却在自毁盟友关系。尽管如此，川普政府相信这只是暂时手段，真心朋友最后自然会回到美国身边，而且更听话。这番自信是否成立，要看接下来结果如何。最后，还有一种期许的声音，有人希望借这次风波，台湾能加速调整经贸战略，降低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市场。无论是对美顺差太高，或对中贸易过密，都不是长远之计。台湾应该积极开拓其他市场，加入多边贸易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等，让经贸布局更多元，才不会在大国博弈中被牵着鼻子走。毕竟今天是美国对我们施压，明天也可能换另一个经济强权，我们若能更自主，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就更强。这样的一种观点着眼长线，提醒台湾不要因一时解决了关税危机就松懈，而要汲取教训，
加快产业升级与市场多角化。可以说，每一场危机都是契机，端看台湾是否有智慧蜕变。现在，距离2025年8月1日已经所剩无几，这场关税拉锯战也进入最后倒数。或许在您看着影片的此刻，台美谈判代表还鏖战在会议桌前，争取最后的让步。整个台湾屏息以待，期盼一个不伤和气的结果。毕竟，没有人真心希望看到台美之间因关税而撕破脸，两败俱伤。回顾这段过程，我们看到川普政府的算盘，多边角力的险峻，也看到台湾上下为自救所做的努力。这仿佛是一场高赌注的国际博弈。桌上一边是川普这位久经沙场的谈判玩家，手握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筹码，挥斥方遒；另一边是台湾，小国寡民却身怀绝技，在夹缝中力求自保。双方都不想输，但胜利的定义对他们而言并不相同。川普要的是数字上的交易，台湾要的是关系上的稳固。如何在关税数字与盟友情谊间取得平衡，是对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可以预见，如果最终双方成功达成协议，台湾可能得付出一些代价，买更多美国商品，开放更多市场准入，甚至吞下过去难以下咽的美猪美牛等。但相对的，台湾经济将免于一场浩劫，台美关系也将更上一层楼。这将被民进党政府视为一种胜利的妥协，向国人宣告他们既守住了台美友谊，又保全了产业生计。如果不幸谈不拢，关税大棒落下，那短期阵痛在所难免。或许台湾经济会一时震荡，股市下挫，部分企业外移，但历经风雨，台湾也许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国际现实，更加团结寻求出路。在野势力势必口诛笔伐执政党，民进党则得顶着压力善后，明年的政治版图也将受影响。然而，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有一点是确定的，台湾人民不会轻易被击倒，在风雨飘摇的夹缝中求生存，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处世之道。8月1日即将揭晓答案，这是属于台湾的关键时刻，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成为历史的一刻，提醒我们在国际现实中该如何定位自己，是依附强权，任人揉捏，还是灵活智慧，掌握主动。川普的关税考卷犹如一面镜子，照出台湾与世界的真实关系。或许多年后回望，我们会庆幸今天所经历的阵痛，因为它逼出了更强韧的台湾。也或许我们会警惕，不再轻易把命运托付他人。希望到了那天清晨，迎接我们的是一线转机的曙光。让我们拭目以待，为台湾加油。70年过去了，中国大陆为什么迟迟没有对台湾采取武力统一的行动？这个问题让无数人感到好奇。明明中国的军事实力今非昔比，为何还在按兵不动？难道是因为害怕美国的干预，还是担心战争付出的代价太高？又或者中国另有一盘更大的棋局在布局？众说纷纭之际，一位美国专家的一句话却似乎道破了其中的真相，让听到的人都不禁为之一敬，全场哑口无言。这句话究竟是什么？背后又揭示了怎样的深层逻辑？本期视频，我们就将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抽丝剥茧地探讨这个充满悬念的问题。从历史脉络到军事战略，从中美关系到国际压力，再到中国内部的各种变数，我们将全面解析70年来中国为何迟迟未对台湾动武，以及那位美国专家到底说了什么一语中的，让我们一探究竟。要回答中国为何迟迟不对台动武，首先得把目光拉回7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1949年，国共内战尘埃落定，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战败的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北京当局原本计划在完成大陆解放后乘胜追击解放台湾，然而历史往往充满变数。就在此时，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骤然爆发，美国第7舰队随即开入台湾海峡。美国的直接介入使解放军原本准备渡海攻台的计划被迫终止。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这无异于煮熟的鸭子飞了。由于当时解放军海军力量薄弱，仅有从国民党接收的少量舰艇，无力与强大的美军舰队抗衡。美国的插手让台湾问题被搁置下来，成为一个遗留至今的难题。战火随着朝鲜停战
于1953年逐渐熄灭，但台海局势并未因此平静。1954年至1955年，两岸在台湾海峡爆发了第一次危机，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等离岛，试图施压驻台美军。然而美国不但没有后退，反而与台湾当局于1955年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将台湾纳入美国的防御圈。面对美台同盟的成型，北京只能暂时按下统一台湾的急迫念头。1958年，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发动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试探美国的底线。但美国照旧派舰队护航支援台湾，结果双方陷入炮击与停火交替的拉锯战，仍未能撼动台湾本岛分毫。此后整个1960年代，中国大陆自身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内乱动荡，无暇顾及台湾。同一时期，美国则持续援助台湾军备，使台湾的防御更加固若金汤。武力统一台湾这件事暂时被历史搁置在一旁，转折出现在197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走向缓和。这时北京发现，不战而使台湾孤立的外交战线或许更有效。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撤销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看似给了中国武统台湾的绝佳良机。出人意料的是，北京并未趁机动武，反而在同一年对越南发动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台湾则改采和平统一的方针，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进入1980年代，海峡两岸都在调整策略，中国大陆忙于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无暇兴兵动武，更倾向于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台湾方面则在蒋经国领导下逐渐开放社会，双方在1987年开启老兵返乡探亲，出现了几十年来首次的民间交流，武力冲突似乎渐行渐远。然而统一的问题并未解决，只是被搁置下来等待时机。1990年代，台湾经历民主化浪潮，本土意识和台独声浪日渐增强。1995年，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发北京强烈不满。次年演变为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试射导弹，试图恐吓选民不要支持李登辉。然而美国总统克林顿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为台湾壮胆护航。这一举动再次警示北京，美国依然是横亘在武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当时中国军力与美国差距悬殊，只能眼睁睁看着台湾首次民选领导人就任，却无可奈何。进入21世纪，两岸关系起起伏伏。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台湾领导人，首次结束国民党长期执政，引发大陆高度警惕。面对陈水扁提出的公投、一边一国等主张，北京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将防独作为动武理由，但仍强调和平统一为首选。即便如此严正警告，解放军依旧没有越过海峡半步。期间，美国对台军售和军事协助一刻未停，使北京对台动武更加投鼠忌器。2008年以后，国民党马英九执政8年，两岸关系相对缓和，北京更加没有理由诉诸武力，两岸交流热络，经济关系密切，但政治分歧依旧存在。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上台，拒绝承认9·2共识，两岸官方联系中断，台海紧张再次升级。大陆开始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演训，如战机巡航、绕岛、军舰巡弋等，武力威慑的姿态明显提高。然而即便局势剑拔弩张，解放军依然没有真正跨出进攻台湾的实质一步。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强硬表态，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番讲话引发外界对北京可能加速统一步伐的猜测。然而同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由主张对抗北京的蔡英文获胜，北京的武统计划再度被迫按下暂停键。2022年8月，美国政要佩洛西访问台湾，使两岸关系跌至冰点。北京随即在台海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短暂对台湾形成海空包围态势。许多人担心这会成为战争的序幕。然而演习过后，
解放军仍然选择偃旗息鼓，并未趁机发动真正的攻击。纵观7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随后又因为国际局势和自身战略调整，将统一大业延后。一方面有外部强权的干预，另一方面也有内部优先顺序的考量。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示出，北京并非没有机会或理由对台动武，而是在每个关键节点都选择了暂缓。这就引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即便如今解放军军力早已今非昔比，中国为何还是选择隐忍不发？到底是怎样的军事与战略考量，让北京迟迟未按下武力进攻的扳机？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攻打台湾绝非易事。虽然解放军近年来装备突飞猛进，但要跨越台湾海峡实施登陆作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历史上2栖登陆被公认为最复杂危险的军事行动之一，需要制空权、制海权、庞大的登陆舰船队和后勤补给线。台湾海峡最窄处也有130多公里宽，这段海面一旦开战，将布满导弹与鱼雷，对渡海部队来说宛如地狱之旅。即便成功登上海岸，等待登陆部队的还有台湾崎岖的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台湾西部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滩头并不多，防守方可以早早预测登陆地点并严阵以待。一旦解放军在登陆初期受挫，被逐回海中，战局将急转直下，对北京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的失败。就算解放军成功在台湾站稳脚跟，战斗也远未结束。台湾面积不大，却人口密集，城市众多，街道巷战将极为惨烈。解放军若一路打到台北，势必面临巨大的伤亡和对城市的严重破坏。对于号称要解放台湾的中国来说，如果最终变成对台湾人民造成重大伤亡和家园毁灭，政治上也将面临巨大压力，更不用说战争本身变幻莫测。现代战争中，武器再先进也无法保证零失误，一次关键性的判断错误或意外事件都可能让攻方功亏一篑。北京高层深知军事行动的风险，从古代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现代战略的谨慎原则，都说明除非万全准备，否则决策者不会轻易发动大规模战争。此外，台湾方面也不会坐以待毙。台军虽无法与解放军整体实力相比，但数十年来，他们积极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发展了大量用于抵御解放军登陆的武器和战术，例如布设海底水雷、反舰导弹、机动火箭炮和防空导弹等，以期在敌军渡海和抢滩时予以重创。加上台湾多山多丘陵的地形适合游击抵抗，一旦解放军陷入长期占领作战，台湾军民完全可能进行顽强抵抗，使战争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泥潭。这也是北京不愿见到的局面。总之，从军事和战略角度权衡，尽管解放军拥有压倒性的兵力装备优势，但攻台作战的高难度和高风险无疑让北京心存顾虑。中国历来的军事哲学讲求谋定而后动，追求在有绝对把握时才行动。与其贸然开战承受巨大损失，不如先声夺人，以实力威慑和拖延策略来削弱对手。这种算计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外部因素，始终制约着北京，那就是美国的存在。如果说解放军自己的评估会让北京对动武三思，那么美国的存在则是更为直接的下阻力量。自台湾问题形成以来，美国始终是左右台海局势的关键外部玩家。早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就出兵阻止了中国解放台湾的行动。此后几十年，美国虽然在1979年与北京建交并退出台湾，但很快通过台湾关系法单方面声明，继续对台湾的安全和防务给予支持。简而言之，美国一直扮演着台湾保护伞的角色。北京十分清楚，一旦对台发动武力攻势，美国极有可能军事介入。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多位高层官员公开表态，若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将予以防卫。这种半明半暗的安全承诺，使北京在筹划任何对台武力行动时，都不能不把美国算进来。如果中国与台湾发生冲突，那几乎意味着要与当今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正面交锋，这是北京绝对不愿轻启的可怕前景。美国拥有强大的海空军远征能力，环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多个军事基地和盟友。冲突爆发时，
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核潜艇、战斗机群将可能直扑台海。此外，美国的盟友也可能介入。日本与台湾地理相近，且与美国有安保同盟，一旦台海开战，日本很可能在后勤、情报甚至直接军事上给予支援，以保护自身安全。澳大利亚等国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响应美国的行动，届时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多国联军的围攻，其风险和难度远超单挑台湾。更何况，美国还有核武器作为最后威慑，即便各方都不愿意把冲突升级到核层面，但核大国之间爆发热战的危险性始终挥之不去。即使不考虑最极端的情况，哪怕只进行一场常规战争，中国的经济命脉沿海地区也会暴露在美军远程精确打击之下。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中共领导层深谙，和美国打一场大仗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在没有把握能让美国袖手旁观之前，贸然对台湾动武无异于引火烧身。可以说，美国的介入可能性是北京在台湾问题上最主要的顾虑之一。为了降低这一威胁，中国一方面奋力提升军备，发展了如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等航母杀手，试图下阻美军介入；另一方面也通过外交手段不断警告美国不要管过头。然而，美军也在积极强化亚太部署，确保有能力干预台海局势。这个大国间的博弈使得台湾问题更为复杂化。总归一点，在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尚未出现明显逆转之前，中国对台动武始终意味着与美国直接对抗。这一道高风险红线让北京不得不慎之又慎。除了美国的直接军事威慑外，国际社会整体的反应和压力也是北京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战争往往不仅是交战双方的事，更会引发全球关注和介入。如果中国武力攻台，无疑将被许多国家视作对国际秩序的巨大冲击。大多数国家奉行的一贯立场是希望台海维持和平现状，一旦这种现状被中国以武力打破，势必招致外交上的强烈谴责和制裁行动。首先是经济制裁的风险。参考2022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后果，西方国家迅速联合对俄实施了严厉制裁，将其踢出国际金融体系，冻结海外资产，经济往来大幅减少。中国虽然经济体量远超俄罗斯，与全球贸易投资联系更深，但如果在台海挑起战争，也很可能面临类似的围堵。美国和欧洲盟国可能冻结中国在海外的巨额资产，切断对华出口关键技术和设备。许多跨国公司也会考虑撤出中国市场，以遵守制裁或出于舆论压力。中国赖以发展的高科技和制造业将遭受沉重打击。对于一向重视经济发展的中共政府来说，这是极不愿看到的局面。其次，外交孤立也将接踵而至。尽管很多国家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模糊或谨慎态度，但那是建立在和平没有破裂的前提下。如果北京率先使用武力，不仅西方国家，就连平日和中国友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会站到对立面去谴责侵略行为。毕竟今日攻打台湾，改天也可能威胁到别的地区安全，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国际关系出现这样的先例。因此，中国可能陷入比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更严峻的外交困境，被视为全球麻烦制造者。联合国虽然因为中国的一票否决权难以通过实质决议，但联合国大会的舆论谴责和道义压力仍会给中国造成形象损伤。亚洲周边的国家也将深感不安，纷纷加强对华防范，甚至可能形成更紧密的同盟来遏制中国。原本微妙的地区平衡将被打破，东亚有卷入新冷战的危险。这一切都与中国长期以来倡导的和平发展背道而驰。另外，台海发生战事本身就会重创全球经济和秩序。台湾海峡是东亚至太平洋的航运要道，每年有大量货轮通过，台湾更是半导体芯片的重要生产地。如果战争爆发，全球供应链将遭遇严重冲击，许多国家的制造业和科技业都会受到波及。这些国家势必将经济损失的账算在中国头上，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反感和施压力度。总而言之，中国若贸然对台湾动武，迎接他的将不仅是台军和美军的反击，还有来自全世界的谴责与惩罚。
从经济制裁到外交孤立，再到全球舆论的压力，都可能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北京若想实现大国崛起的愿景，就必须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不可能不计后果地发动一场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战争。这层顾虑无疑也是过去70年中国迟迟未对台开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除了外因，来自中国自身内部的掣肘和考量，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决策者的选择。除了外部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现实情况也深刻影响着对台动武的决策。首先是经济发展和民生考量。过去几十年，中国大陆把经济建设摆在首位，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的成果建立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一旦发生大战，不仅财政要倾斜巨额资金用于军费，国内投资、就业、物价等也都会受到冲击。战争意味着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许多家庭可能失去亲人，失去生计，社会稳定将面临考验。中共当局一向以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来证明自身执政合法性，贸然发动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万一战况不顺，很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相比之下，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更有利于巩固内部人心。其次是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虽然统一台湾在中共官方话语中是一个神圣目标，但中南海领导人必须冷静权衡实现这个目标的时机和方式。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发动战争都是一把双刃剑，胜了可以青史留名，败了则可能遗臭万年，甚至丢掉政权。近代史上，阿根廷军政府因为马岛战争失利垮台的例子仍历历在目，中共决策层当然不愿步其后尘。如果对台动武失败或陷入僵局，不仅统一无望，反而可能引发国内对领导层的质疑和权力斗争，这是他们绝不敢轻易冒险的风险。再次，中国军队的实际作战经验和能力也是考虑因素之一。解放军虽然装备先进，但自1979年对越冲突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实战。数十年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官兵缺乏战争洗礼，训练演习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考验。北京高层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在能否打赢台湾这一仗的问题上，解放军自己恐怕也没有100%的把握。政治上豪言壮语容易，真到付诸行动时，理智会让人冷静3分。古语云慎战，正是这个道理。北京更倾向于继续等待和准备，逐步提高胜算，不是贸然出手。还有争取台湾民心的问题。北京如果最终希望统一台湾，最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这样对两岸未来融合才有利。因此，中共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软硬两手的策略，一方面释放经济利益和交流善意，强调同胞情谊，另一方面又通过军事恫吓和外交封锁向台湾施压。然而近年来，台湾民意倾向于保持现状，甚至推动自主的比例上升。每当大陆强硬施压，台湾民众的感情绪也随之升高。北京也意识到，武力行动在短期内只会让台湾更加离心，在内部统一战线策略没有取得理想成效之前，操之过急动武反而可能永久断送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因此，北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通过时间来改变人心向背的态势。习近平等现任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不应无限期拖延，但同时并未设定明确的最后期限，只是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部分。这种既坚决又灵活的态度，本身也体现了战略耐心的运用，等待更好的机会出现。这样的耐心与定力，正是理解北京行为的关键。事实上，就连那位美国专家也看出了其中奥妙，并用一句话道出了真相。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个谜团，以及那位美国专家的一句话。这个人名叫黎安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在中国研究领域耕耘数十年，被誉为资深的中国通。在一次有关台海问题的讨论中，有人问，既然中国军力日益强大，为何还迟迟不对台湾动武？黎安友听后，只用简单的一句话就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中国之所以迟迟不武统台湾，正是因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足够的耐心、韧性和决心。一句话点破天机，全场刹那安静下来。
似乎每个人都在细细品味这番话的分量。耐心、韧性、决心，这6个字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折射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大战略。李安友的意思是，中国并非打不下台湾，也并非畏惧美国到不敢动手，而是在有意选择一种长期博弈的方式，来追求最有利的统一时机。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北京相信时间在自己这边，他们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心拖下去，直到等出一个水到渠成的局面才采取行动。正所谓以不变应万变，保持既定方针不轻举妄动，任凭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中国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终有一日可以不战而胜。从当前趋势看，李安友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几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有目共睹，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2，军费开支和技术水平节节攀升。相反，美国和西方社会却面临内部分裂和疲态。一些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更加倾向与中国合作，国际格局正朝着对中国相对有利的方向演变。中国领导层深知这一点，因此更加舍得花时间来等待。时间越长，对中国越有利，这正是黎安友话中之意。设想若干年后，中国的军力足以让美国也不敢轻启战端，或全球有更多国家接受两岸统一既成事实，那么北京自然可以以更小的代价实现目标。耐心本身就成了北京手中极为重要的一张牌。黎安友的这句点拨之语，让我们重新审视台海局势的动态。原来，相较于一时的意气用事，北京选择了10年磨一剑的长期谋划。这既有对自身实力增长的信心，也有对复杂风险的清醒认识。对于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家来说，这番话同样是一种提醒。北京并非因为胆怯而不动作，而是在下一盘漫长的棋。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此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综上所述，70年来中国大陆迟迟未对台湾诉诸武力，并非出于一时的巧合，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早年的力量不足、美国介入，到后来的军事风险评估、国际压力考虑，以及中国内部对稳定发展的追求，无不在影响着决策者的判断。最重要的是，北京选择了一条长期经营的道路，用耐心换取未来更大的胜算。正如那位美国专家所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出的耐心、韧性和决心，使其宁可按兵不动，也要等待一个理想的时机。这既是一种战略考量，也是一种自信与定力的体现。对于台海两岸和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内全面战争爆发的概率或许不高，但也并不意味着危险已消除。相反，这场围绕台湾的博弈只是在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着，明枪易躲，暗战难防。北京的算盘是等待更有利的环境，而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家则需要在这段时间里巩固自身，防范风险。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70年的僵持尚且未分胜负，未来局势将何去何从，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海的命运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决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仍将持续，而我们唯有以冷静与智慧旁观思考，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看清其中的脉络。在历史的长河中，7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对于正在博弈的双方而言，却是关乎兴衰存亡的漫长考验。时间终将给出答案，只是我们必须拭目以待。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谜团：中国到底还剩下多少人？号称14亿人口的中国，似乎凭空消失了好几亿人，听起来难以置信吧？可最近，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有人发现身边的人突然变少了。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就像侦探一样，从5个线索出发，一步步抽丝剥茧，看看那4亿人消失之谜。线索1：空荡荡的城市和村庄。先从我们日常所见说起。今年春节过后，许多网友纷纷上传视频和照片，惊讶地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变得空荡荡的。他们拍下繁华都市的街头，往年人头攒动的上海淮海中路，如今行人寥寥。高峰时段的地铁车厢里竟有大把空位，
车站里不再人挤人。有网友感叹，这年都过完了，上海人呢？地铁上人少了，商场更冷清，最热闹的步行街都关了不少店。在北京，有人说，春节过后，北京明显少了很多人，出租房大量空置，降价都租不出去，大白天马路上都冷冷清清的。广州的居民也疑惑，就连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人都少了，商场没人，街上没人，到处都冷清清的。一线城市如此，二三线城市和农村也一样悄然空城了。江苏苏州的网友描述，过去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现在再去人烟稀少，商场空荡，广场也没人，连批发市场都是冷冷清清。广东东莞有商户无奈地问，号称14亿人口的中国，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东莞，街上却看不见人，店里没顾客，人都去哪儿了？更夸张的是，一些乡村更显萧条。江西九江有村民说，我们村今年过年都冷冷清清的，很多村子干脆变成了无人村。在浙江四明山地区，有村庄依山傍水，家家盖起了漂亮的小楼，但如今杂草丛生，空无一人，宛如被遗弃的鬼城。一位农村的亲戚更是半开玩笑地问，咱们中国真的有14亿人吗？如果真有这么多人，城里不见，乡下也不见，那人都跑哪去了呢？这些现象让大家细思极恐，难道真的有人间蒸发了不成？人口怎么会突然锐减？街头的冷清只是表象，第一个线索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或许我们的人口数字没有表面那么简单。线索2，殡仪馆爆满与卫星影像。再来看第二个线索，如果说街上人少了，那人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可能藏在医院和殡仪馆里。最近这1-2年，全国各地不断传出医院爆满、殡仪馆大排长龙的消息，尤其是疫情放开后的高峰期，几乎每个城市的火葬场都是灯火通明，昼夜不停地运转。网上曾疯传这样一段视频，广东某人口30万的小县城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镜头前喊话，说他们那里天天挤满了办丧事的人，遗体都排着队火化，火葬场根本停不下来。在河南安阳，一位刘先生说，我们这火葬场每天烧不过来，遗体都得排队3天以后才能轮上。他感叹自己老家农村今年去世的人特别多，大多是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的。还有网友描述自己跑长途的见闻，我开车走国道出差，一路上看到村里在办白事的有17户，办喜事的却只碰到1家，短短一条路，丧事竟是喜事的10几倍。这种情景听得人背后发凉。殡葬系统的超负荷运转不只是传闻，有媒体报道，中国许多地方殡仪馆已经暂停守灵告别，只能匆匆2分钟火化一具遗体。吉林一位殡葬业者透露，他们火葬炉日夜不停，有的炉子甚至烧到炉膛炸裂。黑龙江的张先生也说，医院里人都装不下，到处在加床，太平间爆满，殡仪馆也是排长队。这些一线的描述都指向同一个事实，死亡人数在激增，但到底激增了多少，官方对此讳莫如深。有意思的是，一些关键数据突然消失了。中国民政部门每年都会公布一次全国火化遗体的数量，这是衡量死亡人数的重要指标。然而，最新一次的官方报告中却悄悄删除了2022年底那一季度的火化数据。也就是说，疫情放开后那几个月，全国到底火化了多少人，官方根本不让你知道。为什么要隐瞒这个数字呢？恐怕是真相太过吓人，不敢公布吧。纸终究包不住火，一些聪明人把目光投向了卫星天上。外国媒体通过卫星影像分析了多座中国城市的殡仪馆，发现停尸车的大排长龙清晰可见，殡仪馆外的停车场挤满了等候火化的车辆，一些地方甚至新辟了临时停车区供灵车停靠，这和官方声称的死亡人数不多形成了鲜明对比。还有卫星遥感数据捕捉到一些城市上空二氧化硫浓度异常升高，据说那正是有机物大规模焚烧的迹象，让人不由联想，是不是火葬场在日夜焚烧遗体所致？总之，第二个线索显示，有人在悄悄离世，而且数量庞大，街头的冷清很可能正是殡仪馆的忙碌所造成的反差。可如果真有那么多人去世，为何官方统计的人口只减少了区区几十万？这明显对不上账。
线索3：第三方的数据质疑。既然官方三缄其口，我们不妨看看外部专家和意外泄露的数据，能否拼出真相的一角。事实上，这些年早有不少学者和机构对中国14亿人口的说法提出过质疑。先说俄罗斯的观察，早在2018年就有俄国媒体爆料称，中国的人口数字可能严重灌水，实际人口只有8亿左右，连官方号称14亿的一半都不到。这个消息乍一听骇人听闻，但俄方给出了依据。一位俄罗斯统计学家通过计算中国的粮食产量和进出口，推断中国人口远没有官方说的那么多。甚至还有俄国文章指出，把中国各大城市公布的人口加起来，总共也才2亿8千万左右。按当时城镇化率60%来估算，全国人口最多也就8亿出头。这个说法当年被许多人当笑话看待，觉得不可能那么夸张。然而今天再回头看，俄罗斯人的质疑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再看看日本方面，有日本研究者别出心裁，用中国的食盐消耗来反推人口规模。因为食盐是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的必需品，而且很难大量囤积，基本上吃多少盐就对应着多少人口。日本人的算法显示，中国每年食用盐的销量对应的人口应该在8亿到9亿之间。虽然这种推算略显粗糙，比如没考虑库存和口味差异，但结果有趣的与俄国人的结论相近，都指出人口可能不到10亿。美国这边也有人偷偷算过这笔账。美国的一些机构和人士早就怀疑中国官方统计灌水。2021年，威斯康星大学的人口学者易富贤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根据他对1991到2016年官方数据的分析，中国实际人口可能早在2016年就只有12亿8千万人，比当年官方公布的13亿8千万足足少了1亿多。易富贤由此判断，中国人口在2018年就开始负增长了。而官方却直到最近2年才承认人口拐点，显然中间有不少水分。更劲爆的是黑客泄密事件。2022年中，有个代号 China Dan 的黑客闯入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全国人口数据库，窃取了其中的公民资料。据说这份数据库包含了全国各地将近9亿7千万人的详细信息。黑客把数据拿到暗网上出售，消息传出后一片哗然。如果这份警察系统的数据是全国联网的，那意味着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可能只有9亿多人。要知道，中国公安户籍系统一般来说应该涵盖绝大多数公民，那么和14亿的官方数字相比，差了将近4亿人去哪了？难道真有4亿幽灵人口是凭空捏造的数字吗？这一惊天疑问至今没能有权威解释。部分学者猜测，官方统计里也许把境外长期居住的华人，甚至一些早雇的人都算进人口基数，又或者地方层层上报时人为抬高了数字，导致总人口被高估。然而如果真存在4亿人的误差，那绝非一般的小瞒报，而更像是规模空前的人口造假。不光学者和黑客，连美国政府高层也曾透露过不同寻常的说法。2023年年初，美国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中国有9亿到10亿公民，这个数字比14亿少了好几亿。当时很多人就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认为蓬佩奥可能掌握了某些内部情报，暗示中国实际人口可能跌破10亿。虽然蓬佩奥本人没有展开细说，但他的只言片语让人口疑云更加扑朔迷离。如此多来自第三方的声音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国的人口统计水分很大，实际人数也许远低于14亿。那么中国人口究竟还有多少？且先按下不表，我们再找找更多线索。线索4：食盐产量暴跌的诡异现象。如果人口真少了几亿，总会在某些民生数据上露出马脚，食盐就是一个绝佳的切入口。前面提到日本人的食盐算法，其实国内也有人留意到了中国盐业数据中不寻常的变化。中国每年食盐的生产和消费量通常比较稳定。据行业统计，疫情前2019年全国原盐产量约6700万吨，其中约1000万吨用于制食用盐，基本满足全国人民吃盐所需。然而到了2022年，官方公布的原盐产量只有4986万吨，比2019年暴跌了整整1/4。短短3年，盐产量减少了25%，这可不是一个小波动。要知道，
人口如果按官方说法，只是在2022年减少了区85万，不到 0.06%， 不可能让食盐需求下降这么多。毕竟每个人每日吃盐的量变化不大，就算经济下行，工业用盐减少，但据报道工业盐主要用海盐，而食用盐供应一直充足。而且中国人的口味这些年只重不轻，餐饮业外卖仍在增长，除非有大量人口不在了，否则食用盐的消耗不可能大幅下降。有分析指出，如果原盐减产主要是因为国内需求骤减，那背后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消费盐的人变少了。按照以往趋势，人均盐摄入还在上升，结果总消耗却下降，那么推算下来，可能有上亿人口的食盐消耗不见了。有网友据此大胆估计，中国人口很可能已经比高峰期减少了3-4亿之多。当然，这种推算是粗略的，但结合我们前面的种种线索，却指向了同一个结局：人口正在发生异常变动。线索5：疫情高峰与消失的4亿人。最后一个线索，也许是揭开谜底的关键：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2020年至2023年这3年，是中国人口变局中最黑暗也最神秘的一段时期。官方对疫情死亡人数一直守口如瓶，公布的数字离奇的低，直到2022年底放开那会儿，卫生部门才匆匆承认了6万多人死于这波疫情。但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人感染离世，许多家庭在那几个月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生离死别。我们不妨算一笔账来估计这场浩劫的规模。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全国死亡人口约1000万，平均每月死约83万人，其中火化的约占一半。可是在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短短3个月的疫情高峰期，据一些殡葬业内消息，火葬场的火化量猛增了9倍，也就是说，每个月火化遗体可能高达390万具以上。3个月下来，仅火化的遗体就超过1000万具。如果考虑到一些农村地区土葬的，以及很多病患来不及送火葬场直接在家中过世的情况，这3个月全国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5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平时2年半的死亡总和。而有的网民更夸张地推测，这一波疫情可能直接或间接夺走了5000万人的生命。即使这些是坊间的猜测，哪怕实际数目只有它的一半，也已经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惨痛的生命损失之一。然而如此庞大的死亡，官方却几乎没有任何详细交代，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除了这一波清零转向后的海啸般疫情，其实从2020年疫情开始到2023年，中国经历了多次感染潮和次生灾害。漫长封控中，一些患者因看病难耽误去世，自杀抑郁者以及各种因防疫措施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也是不容忽视的数字。这些隐性死亡同样可能以百万计，只是没有进入公众视野。3年疫情可以说在人口统计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具体吞噬了多少生命无从得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最近，埃隆·马斯克推出的新人工智能 Grok 也插手算了一卦。有时评人士文昭透露，他曾亲自让 Grok 根据中国的各项数据推断疫情3年间中国减少了多少人口。结果 AI 给出的答案骇人听闻，约1亿5千万到2亿人。这个数字与我们前面用殡葬数据粗算的数量级竟不谋而合，连人工智能都推演出如此惊人的结论，难怪有人惊呼，马斯克的 AI 这是捅破了中共天大的秘密。综合上述5大线索，我们仿佛看见真相的轮廓渐渐浮现：人口锐减的直观现象，殡葬系统的反常超负荷，外部专家和黑客的数据，食盐消耗的大跌，以及疫情期间离奇失踪的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这一切交织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论：中国实际人口并非14亿，而可能只剩下10亿出头，甚至更低。换言之，有几亿人从数字上消失了。那么，这消失的4亿人到底去了哪里？也许部分答案在于统计造假，某些人口根本不存在，却被年年报上去，构成人口神话的泡沫。也许更多的是无声无息的逝去，在病榻上，在村口的小路边，在冰冷的火化炉中，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悄然离场，没有被记录在官方的史册里。还有一些年轻生命则从未诞生。
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让原本该接续的人口空缺了，人口危机就这样被层层掩盖，又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被撕开口子，露出冰山一角。当然，我们无法在这里断言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人口，但所有迹象都在催生一个巨大的疑问：中国官方宣称的人口数字还是不是真实的？如果真有几亿人口的差距，这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展基数、社会养老负担、劳动力供给都建立在一个可能失真的基础上。一旦真相浮出水面，后果不堪设想。结尾前，我想把开头那个问题再抛给大家：14亿人的国度，为什么街头日渐冷清？那消失的4亿人又藏在哪个角落？也许这个谜团暂时无法彻底解开，但线索已经摆在那儿，真相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当那一天到来，我们才能真正数清这片土地上到底还站着多少同胞。你认为中国到底还有多少人口？欢迎在心中思考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却留给我们无尽的想象和追问。也希望每一位关心真相的人都不要停止思考，毕竟真相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让我们拭目以待。大家不妨先一起脑补一个场景：某天凌晨，台湾海峡上空风云密布，解放军数百枚导弹突然划破天际，直奔台湾的军事目标而去。一时间，岛内的雷达站、机场跑道都成了打击焦点，巨大的爆炸声接连传来。台湾海峡这条最窄约130公里的天然海上屏障，在此刻成了导弹与战机纵横的战场。解放军的对台军事行动一般被认为可能包括大规模导弹齐射、海空封锁，继而发动2栖登陆作战。由于台湾与大陆之间有一道不小的水域，这将会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以来最大规模的2栖进攻。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历史，从古至今跨海攻打台湾都不是易事。无论是17世纪郑成功收复台湾，还是20世纪中期国共内战中的古宁头战役，攻守双方都深刻体会到渡海作战的挑战。而在现代，台湾海峡的风浪和距离依然是解放军必须面对的天险。台湾本岛西岸虽然有一些可供登陆的滩头，但地形复杂，有的沙滩后方紧连着市区或山脉，容易形成瓶颈。而且台湾军队早就加强了滩岸防御，布满了反登陆壕沟、地雷与火力点。解放军若要硬登陆，光是横越海峡就像带着庞大的运输船团走钢丝，头顶上有台湾和可能赶来增援的美军战机，导弹威胁，水面下则可能有潜艇在暗中游弋。所以不少军事专家推测，解放军不太可能一上来就直接派船团冲滩，那等于拿士兵去送死。他们更可能的剧本是，第一波先用密集导弹和空军打击瘫痪台湾的防空和海空军力，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第二步可能实施封锁，切断对外联系，在外交上逼迫台湾谈判。如果还不奏效，第三步才会考虑冒险进行登陆，在几处关键滩头同时发起攻势，期间还可能穿插特种部队奇袭，例如空降或渗透台北等战略要地，试图斩首台湾领导层，让防守方指挥系统混乱。然而，这一连串行动环环相扣，只要有一环失利，都可能满盘皆输。举个例子，如果台湾的飞弹没被完全摧毁，残存的雄风反舰飞弹部队在解放军船团靠近时猛打一轮，登陆艇还没碰到沙滩就损失惨重，那后续部队即使勉强登陆，也可能因为兵力不够而建立不起牢固滩头堡。再加上台湾本岛幅员不大，西部多平原都市，但东部是山地，一旦让台湾军队稳住阵脚反击，登陆部队背靠大海退无可退，处境会非常危险。地理环境还带来天候因素的考验，台湾海峡一年中只有特定几个时节风浪较小，特别是每年春末夏初或秋季，被视为较适合登陆作战的窗口。台风季节海象险恶，解放军总不会选择大风大浪时横渡海峡，因此台湾常说老天也在帮忙，给了天然几道防线。但相对的，攻击方也不是傻瓜，必然会挑天气最佳的时机，甚至可能利用夜暗或恶劣天气做掩护奇袭，所以天候既是挑战，也可能被巧妙利用。在现代战争中，
卫星天气预报和夜视设备已相当先进，传统上的风高浪急或黑夜劣势，现在能部分被科技克服，增添了行动的不可预测性。总而言之，解放军对台用兵不是电影里一下子登陆成功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复杂庞大的系统战，从飞弹轰炸、制空争夺、电子战干扰、网络攻击到封锁经济、心理战瓦解民心，最后才是艰巨的登陆地面战，每一步都惊险万分。台湾方面则会利用地利优势和国际支援撑下去，美日等盟友也可能在关键时刻介入，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也难怪有人形容台海若开战，将是现代史上最复杂、最惨烈的一场系统对抗，没有轻松的速胜，只有硬碰硬的消耗战。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弹药和后勤储备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刚才提到台海冲突可能演变为一场消耗惊人的大规模战争，那么美国这个全球军事超级强权在这种高强度对决中能撑多久呢？有一种说法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美军的弹药可能在开战仅8天内就打光了。8天，1个礼拜多一点，美国占全球军费支出的庞大军队就弹尽粮绝了。第一次听到的人也许会怀疑这是不是以讹传讹的谣言，然而这个惊人的数字其实出自专业的兵棋推演结果，并非空穴来风。所谓兵棋推演，可以想象成军事专家们在沙盘上摆兵布阵，演练战争场景的沙盒游戏。他们会设定各种参数，假定某年某月解放军如何攻台，美日如何反应，然后用电脑和模型一回合回合地推进战局。在过去几年，美国华府的智库就进行了多次台海冲突的推演，其中2023年初，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公开了一系列推演结果。那份报告惊呼，如果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爆发冲突，美军某些关键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可能在不到1周就告罄，这包括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重要武器。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美军需要用这些导弹去猛轰解放军的舰艇和登陆船团，但库存的数量远远不敷长期作战之用。换言之，美军手上的家底只能支持几天的高强度打击。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压制解放军，那8天之后，美军就得面临弹药告急、防线吃紧的窘境。这个结论可不是随便说说，因为乌克兰战争已经给了前车之鉴。俄乌战争爆发后，全世界都瞪大眼睛看现代战争到底有多吃弹药，结果发现，就连美国也差点被拖下水。由于乌克兰每天疯狂消耗炮弹、导弹，美国和北约的库存被大量抽调支援，到后来竟一度出现弹药库存见底的危机。美国官员坦言，美军自己的155公里榴弹炮弹年产量根本跟不上乌克兰1个月的用量，这还只是支援一场区域冲突。如果美军真的卷入台海这种规模的高烈度战争，弹药消耗只会更骇人听闻。例如反舰导弹这类高端武器，平时产量很有限，美军库房里存的也不多。战争一开打，面对解放军庞大的舰队目标，美军几百枚导弹噗噗噗射出去，很快就光了。补产新弹药又不是变魔术，1周内根本拉不出多少增援。所以8天耗尽其实是形象地指出，美国军火库的厚度远不足以支撑一场持久的大国冲突。美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一些将领和国安专家开始频频敲响警钟，弹药短缺将是美国致命弱点。前美军欧洲司令霍奇斯就曾提到，在某次联合军演中，英国部队的弹药8天内全部用光，令人触目惊心。同样，美军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上将也在国会作证时直言，解放军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动手，留给美国强化军备的时间不多了。这些警告逼得美国国防部和国会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开始投入资金扩产弹药。最近几年的国防预算，美国都在增加弹药采购的经费，比如追加订单生产更多远程反舰导弹、防空拦截弹等等。同时，美国还动员盟友一起扩充弹药库存，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国防工业产能不是开关一按就马上翻倍的。美国企业生产军火讲求计划与利润，一时要他们囤积海量库存，现实中有不少困难。
而且美国过去20年的主要战事，例如中东地区反恐战争，用的都是小规模轻装部队，对导弹、火炮等重型弹药需求不高，导致军工产业链在这方面肌肉萎缩了。如今要应对可能的台海大战，才发现原来自己库房里的家当根本不够打。那么8天耗尽弹药究竟是危言耸听，还是当头棒喝？多数专家认为，这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很可能出现的窘境，除非美国立即采取行动改善。毕竟兵棋推演虽然有许多假设，但他给决策者提了个醒，别只顾着造先进战机军舰，后勤补给才是打持久战的老本。有句老话叫子弹打光了，枪就是根棍。再现代化的军队，一旦弹药告罄，也只能干瞪眼。对美国来说，如果真的因为轻敌疏忽，让自己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那不仅保卫台湾困难，自己在全球的威信和威慑力都会大打折扣。因此8天不是绝对的预言，但无疑是给美国敲响了一记警钟，必须未雨绸缪，不能等到战争临头才发现弹药不够用。谈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景，一边是解放军磨刀霍霍，另一边美军虽然技术领先，却面临弹药不足的隐忧。在传统思路下，解决办法无非2条，要么想方设法囤积更多的弹药，要么设法更有效率的使用。而更有效率的使用这一点，正好引出了我们今天的大主角之一——人工智慧 AI 科技。现代科技的进步正在颠覆我们对战争玩法的既有认知，一场科技革命正在军事领域悄然展开。先来看看这几年战场上冒出的新东西。如果各位有关心俄乌战事，肯定对满天飞的无人机画面印象深刻。昔日只能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自动化武器，如今成了战场常客。小小的商用无人机加装炸弹，俯冲下去就能炸掉一辆坦克。自杀无人机又称徘徊弹药，在空中盘旋寻找目标，发现敌军雷达一头扎下去，同归于尽。这些点子听起来很疯狂，但在现实中效果拔群。关键是它便宜且智能，一架简单改装的无人机可能只要几千美元，但却能摧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装甲车，或让敌军人仰马翻。这种以小博大的玩法，让传统上武装到牙齿的大国部队也吃不消。对美国军方而言，从乌克兰战场学到的一课是，未来战场上数量加智能或许能战胜重量加钢铁。也就是说，大批由 AI 驱动的廉价无人武器，如果运用得当，可以弥补弹药和人力的劣势，甚至反客为主压制对手。AI 科技在军事上的运用远不止无人机。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算法战争。美国国防部近年推行所谓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 JADC2 的概念，说白了就是把陆海空天网所有的感应器和武器连成一张大网，让信息在各部门瞬间流通。这个蓝图如果要实现，人脑可忙不过来，必须靠 AI 当中枢神经。想象一下，当雷达侦测到一枚来袭飞弹， AI 大脑瞬间计算出它的弹道，并立刻指挥附近最合适的防空系统发射拦截弹，同时调度战机起飞戒备，通知后方补给单位准备再装填新的防空弹药。这整串流程几乎在几秒钟内就完成了决策。如果全部靠人来开会、通报、逐级下令，飞弹早砸下来了。因此 AI 的高速反应和决策能力能够极大缩短侦测到反应的时间，被誉为是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关键。除了速度之外， AI 还带来规模和精准的优势。以前一个飞行员同时也就管一架战机，一个指挥官调度几个单位兵力，但 AI 可以同时监控和控制成百上千个平台协同作战，犹如一个冷静高效的指挥官，脑中多线程运行战术。比如美军曾进行测试，让一架有人驾驶的战机携带数架 AI 控制的无人僚机，形成有人机加无人僚机编队。结果显示，在空战中 AI 僚机可以自动飞到最佳位置协助攻击或掩护，大大提高了编队的作战效能。再比如，美国海军开发了幽灵舰队计划，建造大型无人舰艇和无人潜艇。这些无人舰可以长时间自主巡航，不知疲倦，不怕危险，必要时一次派出10几艘把敌方海域搅个天翻地覆。人类舰长怎么可能同时指挥10几艘舰艇执行复杂任务？但 AI 可以，甚至未来可以想象，几个操作员坐在总部，
透过 AI 监管着海量的无人装备，空中的侦察、无人机群、地面的机器人哨兵、海底的自主潜航器，共同织成天罗地网。在这种机器人大军压境的场景下，传统的人海战术恐怕就行不通了。AI 带来的精准度也改变了战争效率。以前为了炸毁一座桥，也许需要派飞机投下几吨炸弹地毯式轰炸，现在一架小型无人机引导雷射就能让一枚炸弹直插目标，精确命中。弹无虚发意味着以最少的弹药达成最大的战果，不就正中节约弹药成本下怀吗？另外， AI 还可以善加利用假目标和电子战，例如用几十架廉价无人机佯攻，迫使对方过早暴露防空火力，或者用电子信号让敌军误判雷达目标的位置。这种以智取胜的手段能让存量不多的防御导弹发挥更大价值，而不是一上来就被诱骗光了。总而言之， AI 科技仿佛为现代战争装上了一个加速器和增幅器。一方面，它让决策更快更准，抢在敌人前面一步出招；另一方面，它让机器数量派上用场，以多欺少成为可能。对于担心8天弹药耗尽的美国而言， AI 提供了一条妙计，用智慧换取火力。与其困囿于现有库存，不如研发新的战术，把每一发弹药的效能翻倍、翻10倍的提高。这就像玩 RTS 即时战略游戏，老是缺矿缺气怎么办？那就升级科技树，解锁更厉害的单位，以夷敌十。虽然战争不是游戏，但这个思路已经在军中扎根。美国近年成立了多个专案，像是 Project Maven 用 AI 快速处理监视影像， DIU 国防创新部投资矽谷新创研发、自主武器等等，都是希望赶在对手前面抢占 AI 军武的制高点。当然，要让机器人大军真正上场，也有不少挑战和顾虑，例如 AI 是否可靠，万一系统故障或被对手骇客入侵，后果不堪设想。另外，自主武器在道义和法律上也存争议，许多人担忧终结者般的杀手机器人一旦失控，人类将无法承受这些问题，目前仍在辩论中。不过，在中美这种大国竞争的压力下，现实考量往往胜过道德顾虑。就像当年人们担心核武器太可怕，但各国该研发还是得研发，只求不落人后。 AI 军备竞赛也是一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跑，大家都不想当落后的那一方。说到这里，终于该介绍我们故事中的关键角色，那位高调放话要用 AI 大脑让解放军连台湾的滩头都登不上岸的美国科技企业 CEO。 他是谁呢？他就是美国新兴国防科技公司 Anduril Industries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名叫帕莫拉奇 Palmer Luckey。 这位年仅30出头的矽谷天才非常有传奇色彩。他少年成名，19岁时发明了知名的 Oculus 虚拟实境头戴装置，一度成为科技圈红人。后来他把公司卖给脸书 Facebook， 转身投身国防领域，创办了 Anduril 公司。Anduril 这名字取自魔戒里亚拉冈的王者之剑，听起来就很带劲。他的目标也很简单粗暴，用尖端科技颠覆传统军工产业，为美国打造 AI 时代的新武器库。帕莫拉奇平时作风大胆，穿着花衬衫，脚踩人字拖就敢上台发表演讲，言谈间对传统官僚作风毫不留情。今年4月下旬，他在一场公开演讲上再次语出惊人，直接点名台海冲突，阐述他的 AI 军武理念。我们可以跟随他的描绘，来感受一下未来战争可能的场景，一个和之前8天弹药耗尽截然不同的剧本。想象现在是台海战争爆发的时刻，凌晨时分，解放军向台湾发射的第一波导弹刚刚升空，刺眼的火光划破夜空。但这一次，台湾并非束手待毙，反击几乎是瞬间展开的。早已部署在台海周边的 AI 操控无人机部队闻风而动，几秒内成群结队冲上天空，犹如铺天盖地群。他们高速协同，自主分配目标，有的扑向来袭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直接在半空将其拦截炸毁；有的则奔袭解放军的轰炸机编队，在敌机还没抵达投弹线前，就将其逼退乃至击落。人类飞行员面对这种不要命的自杀无人机狼群，也会心生惬意，稍有犹豫就会中招。同一时间，在广阔的西太平洋海域，
盟军早已布下的一支无人化海上舰队开始行动，由自主潜艇、隐形无人战舰和传统有人驱逐舰共同组成的混编舰队，从出乎意料的方向解放军的入侵船团发起突袭。海面下的无人潜艇悄无声息地接近，突然齐射鱼雷，几艘2栖登陆舰瞬间中雷，冒起滚滚浓烟。水面上的无人战舰则充当诱饵和火力支援，他们开足马力冲入敌阵，发射导弹，同时吸引敌方火力，而远处的美国驱逐舰和潜艇则乘机从侧翼猛攻。一时间，解放军精心准备的渡海船团遭到四面八方的打击，防不胜防。再看天空， AI 驾驶的无人战斗机中队也加入了战局。这些高速无人战机与台湾和盟军的有人战机并肩作战，以人类飞行员难以企及的反应速度与解放军的歼击机缠斗。他们不知疲倦，也毫不畏惧风险，可以执行最危险的突击动作，把敌机引入我方防空火网，或突然从难以预判的角度发起攻击。解放军的王牌飞行员即使技艺高超，在面对几架如鬼魅般迅捷无人的 AI 战机夹击下，也难免手忙脚乱。战场的最后一幕来到地面，尽管经历了空袭和海战的沉重打击，解放军仍有部分2栖装甲车和登陆小艇接近了台湾海岸，他们企图夺取一处滩头阵地，但是等待他们的是严阵以待的机器人哨兵和 AI 引导的远程火炮。海岸线附近，隐蔽部署的自动化炮塔在 AI 指挥下，根据雷达数据精确开火，一枚枚炮弹呼啸着砸向即将登岸的登陆艇，掀起滔天水柱。沙滩上，履带式的武装机器人埋伏在障碍物后，发射反坦克导弹，击穿刚爬上岸头的敌方载具。同时，后方的远程多管火箭系统在 AI 校正下，把饱和火力倾泻在整个登陆地带，形成弹幕封锁。最终，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还没能在台湾沙滩上站稳脚跟，就已经伤亡惨重，溃不成军。漫天烟尘中，登陆艇残骸被海浪推回滩头，一批批解放军士兵的脚还没踏稳，台湾的土地就被彻底阻击歼灭。在这幅帕莫拉奇描绘的未来战场图景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透过大规模部署自主武器系统，防守一方竟能如此全面而快速地瘫痪进攻，一举扭转劣势。拉齐的结论是，只要让敌人明白我们拥有如此强大的 AI 大脑和无人化军力，完全有能力取得胜利，那对方就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就是他所说的重建威慑之道。在演讲中，他几乎是在对着中国领导人放话，别以为美国弹药不够就可以趁虚而入，如果你胆敢冒险犯台，我们的 AI 机器人大军会让你的士兵连台湾的滩头都踏不上去。这番豪言壮语当然听得现场观众热血沸腾。拉齐作为一名科技界的年轻 CEO， 敢于如此直接介入艰深的军事话题，并提出颠覆式的解决方案，颇有点像传统权威下战书的味道。有人说他是在为自家产品做宣传，争取国防合同，也有人认为他的远景过于乐观，毕竟机器再厉害也要有人维护生产，战争不可能像电玩过家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观点代表了一批新兴力量的声音，矽谷式创新正加速涌入国防领域，希望打破常规，为军队插上科技的翅膀。Anduril 公司本身就在实践拉齐的理念，他们已经开发出名为 Lattice 的 AI 作战系统，充当多种无人装备的大脑，推出了各式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监控哨塔，在美国边境巡逻、海上警戒乃至支援乌克兰战场中大显身手。据报道，台湾也计划采购 Anduril 研发的无人机系统作为防御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拉齐口中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并非天马行空，而是在逐步成为现实。当然，美国传统军火巨头也不甘示弱，例如波音、洛马这些公司也在开发自主战机和无人舰艇。美军的各类实验计划更是此起彼落。一时间， AI 军武革命似乎成了美国军方和产业界的共同目标。从解放军侵台的传统剧本，到美军8天弹药耗尽的担忧，再到美国新锐 CEO 提出 AI 大脑反制的未来战构想，我们仿佛看到3种不同层次的较量：地缘与意志的较量，后勤与工业的较量，
以及科技与智慧的较量。台海局势之所以牵动人心，正因为它糅合了这些因素，每一层都惊心动魄。对台湾而言，安全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天然的海峡固然是屏障，但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准备和伙伴的支持。当下，台湾也在加紧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更多的飞弹、更机动的部队，以及引进无人机等新兴战力，就是希望以小博大，增加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毕竟，威慑的本质就在让对手相信动手只会自食恶果。对美国而言，8天弹药耗尽的警示敦促着国防体系进行改革和投资，一方面要强化传统军备的生产储备，另一方面更要拥抱新科技带来的乘数效应。拉齐们所代表的创新力量，正好为美国军方注入一剂强心针。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军采用越来越多像无人机蜂群、AI 决策辅助这样的新玩意儿，来确保自己在潜在冲突中不会因弹药或反应不及而落败。而对中国来说，拉齐的高调发言或许只是美方舆论战的一环，但其中传递的信号也不容忽视。中国解放军近年同样投入大量资源于人工智慧和无人系统研发，甚至传出中国的 AI 已在模拟空战中击败自家飞行王牌的消息。未来的战场很可能是两国 AI 大脑之间的对决，谁的算法更高明，谁的机器人更智能，就可能取得战场优势。这听起来有些科幻，但正迅速变为现实。最后我们不禁要想，如果人工智慧真的如此关键，那么它带来的将仅仅是更残酷的武器，还是有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乐观的人像拉齐相信，最可靠的和平保障莫过于让战争变成一桩做不成的买卖。也就是说，当侵略一方发现自己无论出多少招、多少兵，都敌不过对方成群结队的聪明机器时，战争的天平将无可挽回地倒向防守方，进攻的念头也就会打消了。就像冷战时期核武器的相互威慑让美苏不敢直接开战一样，也许未来 AI 武器的威慑力能让台海维持一种微妙的和平平衡。悲观的人则担心，军备竞赛没有尽头，科技只是让战争变得更迅速高效，人类终将发明出无法控制的可怕杀戮机器，把自己推向险境。不管怎样，台海问题从过去单纯的两岸对峙，演变到如今牵动全球科技与军事竞赛，其复杂性远非冷战时代所能比。当我们谈论8天弹药耗尽这个话题时，背后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的挣扎，是抱着老思路囤积炮弹，还是拥抱新技术变革战争？或许未来的答案是两者兼具。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谁都不必真的上战场证明什么，备战而不避战，靠着强大的威慑力保住和平。就像那位美国 CEO 喊话的终极用意，其实也是希望下阻战争。毕竟无论导弹也好， AI 大脑也罢，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永远停留在推演和想象中，而不是轰鸣在现实的台湾海岸线上。愿这场现代版的谍对谍、脑对脑对抗最终能守护我们所珍惜的和平。近来一段两岸年轻人在国际论坛上的辩论影片引发热议。一位来自北京的学生在新加坡亚太青年论坛上豪言，解放军24小时就能攻占台湾。现场听众一开始哗然，许多来自中国的大陆同学频频点头称是。然而，面对这种充满自信甚至狂妄的宣称，一位台湾同学并未被吓倒，他冷静地在5分钟内逐条反驳，以详实论据和幽默语气赢得全场掌声，让原本气焰高涨的小粉红们当场陷入了沉默和错愕，甚至情绪崩溃。这场24小时攻台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将分点深入探讨，解放军是否真有能力在1天内攻下台湾，以及台湾学生是如何以逻辑击破对方迷思，大陆网民俗称小粉红的反应如何，还有这背后更深的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博弈与言论自由价值观冲突。首先，我们必须正视关键问题，解放军真的有实力在短短24小时内拿下台湾全境吗？这个说法听起来颇具戏剧性，仿佛战争如同电玩速度通关。然而，军事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以武力征服台湾将是极其困难且代价高昂的行动。历史经验和专业模拟都显示，1天解决战争
只存在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行动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侵略战役，共动员约7000艘船只和将近20万盟军，跨越约160公里宽的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即便如此，庞大的登陆行动，盟军也花了超过3周才让85万大军登上海滩，逐步推进解放欧洲大陆。台湾海峡的最窄处约130公里，与当年英吉利海峡的跨距相近。如果解放军企图全面登陆台湾，本质上势必要发动一场远超诺曼底登陆规模的大型两栖进攻。中国军队不仅需要在1天内渡过台湾海峡，还要同时夺取足够的登陆滩头，运送大批兵力和重装备登陆作战。以现代台湾的防御能力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在24小时内完成的任务。台湾具有得天独厚的防御优势，一方面，台湾本岛的地形险峻，多山，可供大规模登陆的滩岸并不多。西部沿海大多是泥沙浅滩，大型登陆舰艇无法直接靠岸，攻方势必得在离岸1-2公里处停船，以登陆艇、两栖载具慢慢将兵力运上岸。如此一来，船团在近岸将暴露于台湾岸防飞弹和火炮的打击之下，东部海岸则多峭壁深海，几乎没有滩头可登。这使得解放军只能把重点放在台湾西部少数几个地形相对平坦的登陆点。然而守军早已在这些可能登陆点加强设防，包括布设地雷、撒布拒马铁质、三角锥等反登陆障碍，并部署机动导弹和火炮部队伺机狙击。解放军即使勉强登上1-2处海滩，要在1天内突破台军层层防线，打开通路，扩大战果也极为困难。不妨设想一下，就算解放军奇迹般的在登陆首日建立了滩头阵地，真正艰巨的挑战才刚开始。台湾全岛约2/3是山地丘陵地形，公路和铁路网在山脉间穿行。一旦战事爆发，守军完全可以利用地利进行机动防御或破坏交通线来迟滞攻方推进。尤其是政治中心台北盆地，四周环山且仅有少数几条要道进出，一旦外敌进犯，守军甚至可以考虑炸毁基隆和台北港码头，以及进入首都的隧道、桥梁，以堵死攻方快速突进的路线。解放军若想在24小时内斩首台湾政府，控制整个台北都会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巷战尚未展开，交通瓶颈就已经使攻势难以为继。何况台湾军民熟悉本岛复杂的地形环境，纵使正面战场失利，仍可退入中南部山区组织游击战，让侵略者陷入漫长的消耗战。换言之，攻占一座有人抵抗的宝岛，不是靠1天2天就能办到的。再从兵力和火力对比来分析，不可否认，解放军总兵力远大于台湾国军。解放军现役人数约203万，陆军占96.5万，台湾现役兵力则约有16.3万，后备部队约160万。乍看之下，中国在人力上有超过10倍优势。然而，现代战争并非纯拼人海，解放军要把庞大兵力投射过海，面临后勤与运输的巨大挑战。而台湾的守军训练有素，且熟悉本土作战环境，强攻台湾的重要据点，例如主要港口和机场，解放军势必要付出惨烈战斗来争夺。台湾方面深知港口机场是对方的命门所在，守军势必重兵把守，甚至不惜毁掉设施，也要让攻方无法利用。如此一来，即便解放军在初期攻势中投入压倒性的火力，最后很可能也是拿下一座废墟，摧毁了自己急需的登陆据点。况且攻台还不仅是传统陆海空军的较量，网络攻防和电子战也将在开战首日扮演重要角色。解放军或许会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瘫痪台湾的通信和电力系统，但台湾也早有准备，成立专责资安机构，强化网防能力。就算初期基础设施受损，台湾社会仍有韧性进行防御，不会因断网停电就缴械。最后，国际干预的变数更让24小时速战的剧本难以实现。中国若对台动武，美日等国几乎不可能袖手旁观。美军战机从日本或菲律宾基地起飞，1小时内即可抵达台湾上空，拦截中国军机。这意味着解放军根本没有无干扰打满24小时的时间窗。美日联军和台湾协防部队在周边海域待命，一旦中国登陆舰队现身，
势必展开攻防战争。多家智库兵棋推演显示，解放军试图武力犯台的结果常是两败俱伤，战争可能持续数周之久，各方伤亡惨重，最终台湾多数情况下能守住自主地位。报告结论写道，攻台能成功吗？答案是否定的。代价有多大？答案是极为巨大。如此高风险高成本的一场战争，岂是一日之内可以分出胜负？即便有少数极端鹰派声称解放军几天内便可统一台湾，但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若久攻不下，将动摇整个政权稳定。例如鼓吹武统的中国学者李毅就夸下海口，我认为共军3天就能拿下台湾，如果20天打不下台湾，整个中共政权就要崩溃。这种罔顾现实的说法，既是一种自我施压式的幻想，也从侧面证明北京方面其实深知速战不易，一旦拖延将陷入极大被动。综上所述，解放军24小时攻占台湾纯属一厢情愿的想象，无论从军力投送、地形环境、防御准备或国际干预来看，台湾都不是轻而易举可被席卷的对象。战争从来残酷而复杂，不可能像翻书一样按预定剧本迅速结局。正因如此，两岸僵局迟迟未能以武力解决，轻视对手只会酿成大错。真正有理性的军事决策者不会相信一天灭台这种离谱剧本。在论坛现场，面对大陆学生咄咄逼人的24小时攻台论断，台湾女学生林同学并没有被气势压倒，相反地，她露出淡定的微笑，礼貌地要求发言，随即以条理分明的分析展开5分钟的精彩反击。她的论点严谨而不失幽默，言语风格冷静克制，却句句切中要害，让在场观众听得目不转睛。以下我们根据影片内容与后续网络讨论，重点整理他反驳的逻辑和风格。首先，林同学点出了对方论述中最脆弱的部分，过度乐观且缺乏依据。他开门见山反问道：24小时内就能解决战争，请问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此言一出，现场一阵安静。接着，他援引了历史与专家观点佐证自己的质疑。他提到第2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的例子，盟军花了数周时间，付出重大伤亡才攻下法国一隅，那还是在德军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台湾有坚强的自卫意志与充足准备，中国凭什么认为1天之内就可以全面控制台湾？这个类比生动形象，让对方的速战主张显得异常荒谬。接下来，林同学逐一剖析了中国攻台可能遭遇的现实困难。例如，他谈到台湾的地理环境，我们的海岸线不是开门迎客的红地毯，而是布满地雷和巨马的危险海滩。他并解释了浅滩地形如何限制解放军登陆船只靠岸，需要将坦克装甲车在距岸1-2公里外就放下水，相当于让对手的重装备在海上慢慢爬行，活生生变成靶子。这番描述引来不少听众会心一笑。林同学进而指出，就算一小部分解放军登陆成功，迎接他们的将是台湾复杂的山地和都市巷战。攻进台北容易吗？我们首都4周都是山，进来之后可能发现出去的路都被我们炸断了。他的语气平和，仿佛在阐述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实，但内容却不乏讥讽，让人大胆想象解放军陷入台湾地形迷宫的窘境。除了军事面的分析，林同学也举出国际因素来强化他的反驳。他提醒现场听众，台海问题早已不是两岸自己的事，在座的国际青年应该都清楚，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美日等国不可能袖手旁观。他说，不要忘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可能比你们的登陆艇更早抵达台湾外海。这句话让台下许多非中台背景的观众频频点头。确实，以中共解放军目前的海空实力，要阻挡美日支援恐非易事。林同学甚至举了近期美国智库兵棋推演的结果来说明，美中在台海开战往往是两败俱伤，中方未必捞到便宜。他引用报告中的结论，解放军无法速胜，只会两败俱伤，明确驳斥了对方轻松取胜的幻想。大陆学生先前声称美国不敢真正介入，林同学则用实力驳斥，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乌克兰的例子难道还不够明显吗？民主国家不可能对盟友见死不救。他冷静陈述的同时，
也隐含将两岸问题类比俄乌战争的弦外之音，引发现场一阵低低的惊叹声。更引人注目的是，林同学在论证时还不忘点出人道与价值观的层面。他郑重提出一个问题：就算你们有能力武力攻台，你们真的准备好对付2300万不愿屈服的台湾人民吗？这一句掷地有声，令全场肃然。他进一步表示，台湾人珍视自己的民主生活方式，若遭受入侵，每个门牌号码背后都可能有抵抗的决心。届时战争将不仅是一场军队对军队的对决，更会演变成侵略者对平民的残酷压迫。你们口口声声同胞，却喊着要让台湾人消失，这说得通吗？林同学罕见地在语气中带上了一丝犀利，直接点名一些大陆网民常喊的极端口号，留岛不留人。他明白无误地将这种灭绝式的论调摊在阳光下，质问对方是否真心认同如此残忍的理念。他说，如果你杀光了台湾人，那你所谓的统一到底还剩下什么？一片没有灵魂的土地吗？这番发言直击要害，不仅令对面的北京学生哑口无言，也明显震撼了在场其他中国学生。一些先前还神情轻蔑的大陆听众，此刻脸上表情十分复杂，有的人露出困惑，有的人不自觉低下了头。林同学的语言风格在整场反击中值得称道，他始终保持礼貌与冷静，没有半句人身攻击或情绪谩骂，完全是就事论事。然而，他的克制并不等于软弱无力，相反，他透过严谨事实和逻辑推演，句句如同悬丝剥茧般拆解了对方的论点。他偶尔穿插的一两句幽默讽刺，更让现场气氛松缓下来。在谈到解放军兵力时，他笑着说，我们当然知道 PLA 人很多，不用你提醒，但过台湾海峡不是人越多游得越快呀。诙谐的比喻逗得不少观众哄堂大笑，一些原本紧绷的中国学生嘴角也忍不住抽动。这种轻松的调侃既化解了剑拔弩张的氛围，又巧妙地传递出他的观点，数量优势不等于胜券在握。林同学还引用了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并意味深长地说，我想提醒某些同学多了解真实的台湾和现代战争，再来谈何时打过来会比较踏实。此言一出，全场鼓掌叫好。林同学用中国古训勉励对手，既展现了自身的学识和胸襟，也隐含地批评对方轻敌蛮动。有西方与会者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这位台湾学生温柔而坚定地上了一堂课，让所有在场的人重新思考战争与和平。当林同学结束发言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不同国籍的年轻人起立向他致意，甚至包括部分大陆来的学生。他们为他的勇气和机智所打动，也对他所呈现的另一种观点表示敬意。在那几分钟内，原本叫嚣着一天解放台湾的大陆学生群体，几乎无人能直接反驳。有人或许内心仍不服气，但再也找不出轻蔑的笑容或嚣张的语气。一场原本可能剑拔弩张的交锋，因为林同学的稳健表现，演变成以理服人的教科书式案例。他用事实澄清了误解，用理性瓦解了狂热，也用风度赢得了尊重。林同学的5分钟演讲在会场引发震撼，而当影片在网络上传开后，更是在两岸社群掀起轩然大波。对岸的爱国网民，也就是俗称的小粉红们，起初对此影片的反应可说是五味杂陈，情绪如云霄飞车般经历了震惊、愤怒、否认、狡辩乃至崩溃等多个阶段。我们不妨一一解析这些反应的特点。1. 震惊与不信。刚开始，不少小粉红看到这段影片时的第一反应是质疑其真实性。他们难以置信，居然有大陆学生在公开场合被台湾学生驳得哑口无言，更不敢相信台湾方面的论述得到众人支持。一些人在微博和微信的私密圈转发影片，配以震惊的语气：“这是假新闻吧？怎么可能有这种论坛？”由于中国国内媒体不可能报道这类事件，小粉红们只能通过翻墙到 YouTube 或推特获取信息。他们中有些人起初怀疑这是台独宣传片或美国策划的戏码，一度不愿承认这是真实发生的辩论。认知失调使他们感到错乱。长久以来灌输的观念是统一大业所向披靡，台湾人不堪一击，如今却听到完全相反
而且言之有物的论点。这种巨大的反差令他们深受冲击。2. 愤怒与攻击。随着更多人确认影片内容确有其事，小粉红社群的情绪从错愕转为恼怒，许多愤怒的评论开始出现，他们矛头直指那位台湾女学生和支持她的观众。一些小粉红在网上以不堪入目的字眼辱骂林同学，称她为台独 XX 每日走狗，甚至扬言统一后第一个枪毙她。还有人怒批现场其他国家的观众被台独洗脑，一起欺负我们中国学生。这种情绪化的人身攻击其实正反映出他们理屈词穷后的挫败感。当无法在理据上反驳对手时，小粉红常见的反应就是转而攻击对方人格或立场，把理性讨论上升为爱国立场斗争。他们大声辱骂以宣泄愤怒，同时也试图用政治不正确的帽子压过论辩焦点，仿佛只要给对方贴上台独标签就能否定其所有观点。这种做法在熟悉的大陆网络环境或许有效，然而在自由国际论坛上，这种表现只会让人觉得失态又失礼。3. 狡辩与扭曲。随着影片持续发酵，也有一些稍微冷静下来的小粉红开始转换策略，试图在论点上做文章。他们提出各种反驳，试图扳回颜面。然而这些事后诸葛式的狡辩往往站不住脚。举例来说，有人声称24小时攻台指的是解放军能在24小时内攻占几个关键据点，并逼降台湾政府，不是字面上占领全岛。这听起来像是替原先夸口的说法打圆场。但林同学的发言其实已事先预测到这种论调。他强调台湾不会因首都失守就放弃抵抗，何况要真正控制2300万人的岛屿，岂能一日奏效？也有小粉红辩称大陆学生不是军事专家，他说错不代表解放军不行。然而问题在于，大陆内部长期缺乏这类理性讨论空间，以致许多学生才会对武统时间线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林同学点出的正是这种迷思背后的认知落差。还有人转而攻击台湾防务，称台湾这些分析都是纸上谈兵，真正打起来一下就垮。然而面对国际权威智库、历史经验的实证，他们的强词夺理显得十分空洞。总体来说，小粉红试图反驳的内容多数还是在重复他们从官方宣传汲取的论调，缺乏新信息与可信依据，难以动摇大多数中立观众对林同学观点的认同。4. 崩溃与反思。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小粉红从最初的激动中冷却下来，有些人开始出现近似崩溃的迹象。所谓崩溃，既包括情绪上的失落，也指其论述逻辑的全面瓦解。在公开场合，被台湾学生以井然有序的分析反驳，让他们颜面无光。更残酷的是，林同学提及的事实和数据刺痛了一些较为理智的大陆网友，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可能性：武统台湾并非探囊取物，而可能是一场噩梦。有匿名大陆网友在论坛上留言感叹，一直以为解放军肯定碾压台湾，但看了这分析，才发觉我们好像想得太简单。这类言论在中国国内网络几乎无法公开发表，但在海外社群却开始出现。一些小粉红甚至产生被欺骗感，觉得自己过去被官方舆论灌输了过头的乐观主义，现实也许并非如央视军事节目所描绘的那样。当然，更多的小粉红选择对这种反思充耳不闻，继续躲回他们熟悉的同温层里寻找安慰。但无论如何，林同学这段演讲犹如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小粉红心中激起了涟漪。哪怕大部分人转瞬又将之遗忘，至少在那一刻，他们的内心防线曾经动摇过。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极端案例显示小粉红言行在国际环境中引发的强烈反弹。例如，曾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课堂讨论台湾议题时，公然用汉语喊出留岛不留人的狠话。此言一出，令在场的美国教授震怒，当场斥责他滚出教室，并要求校方处分。这位中国学生最终在异国他乡踢到铁板，不但未能爱国出征，反而丢尽颜面。这件事在华人圈广为流传，让不少小粉红大跌眼镜。毕竟在中国网络，叫嚣武力犯台乃至武力消灭台湾人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了一些民族主义者的习惯用语。然而放在文明社会，这种充满仇恨和种族灭绝意味的言辞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小粉红在国内习以为常的网络爱国话术，一旦走出防火长城，就可能碰得头破血流。林同学在论坛上的沉着反驳，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类似的当头棒喝角色，让小粉红们意识到，在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里，空喊口号是行不通的。武统神话更不是国际社会所能信服。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少数较清醒的大陆网友对此事持不同反应。有人在墙外论坛留言表示，其实那台湾女生说的没错，攻台湾没那么容易，咱们国内宣传太过头了。这种声音虽然微弱，却代表着理性思考的可能性。也有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坦言，看了林同学的演讲，对台湾年轻世代有了新的尊重。他们反思道，与其动辄叫喊武统，不如思考两岸如何真正沟通。只可惜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场，这些理性的声音往往被淹没或晋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林同学那充满智慧和勇气的5分钟，确实为部分原本盲目自信的人敲响了警钟。小粉红们这次集体崩溃，或许正是一个契机，让更多人有机会看清现实，走出信息茧房。撇开网络舆情，我们更需要从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高度审视24小时攻台命题背后所牵动的复杂博弈。台海问题之所以敏感，就是因为它不仅是两岸间的事，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际战略焦点。在这场角力中，各方势力的算计与顾忌，使得闪电战解放台湾的剧本更加难以上演。从中国的军事战略看，北京若真决定武力犯台，势必要追求速战速决，这并非因为他们有绝对信心快速取胜，而是因为拖久了，胜算只会越来越低。正如前文所述，美国、日本等国介入是迟早的问题，因此中共的理想剧本是一场快速的斩首行动，在开战最初24到48小时内，以飞弹饱和攻击瘫痪台湾指挥中枢，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同时派特种部队奇袭重要目标，企图在国际援军大规模介入前迫使台湾高层投降。这也是为何某些大陆强硬派总是强调时间概念，从12小时到3天，各种说法都有。然而，战略计划往往难敌现实残酷，即使中国方面再怎么计划闪击作战，台湾与其盟友也早有防备。台湾军方多年来演练滨海决胜、滩岸歼敌战术，目的就是在敌军靠岸前或刚登陆时给予致命打击，把战线阻绝在本岛之外。台湾并部署有相当数量的反舰飞弹、机动火箭和空射鱼叉飞弹，可在战争早期阶段攻击解放军船团和后勤补给线。若中共无法在第一波攻击中压制台湾空军和海军反击，那么战争速决的希望将迅速破灭。一旦战事陷入僵持，时间将站在防御者一边，美日援军陆续到位，解放军反而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地缘政治层面，台湾的命运早已和国际安全架构紧密相连。从美国的角度，台湾是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一旦台湾被中国吞并，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将大幅后撤，印太盟国的信心也将受挫。因此，美国多次放话，台海有事，即等同美日同盟有事。日本则是台湾为其西南防卫线的延伸，特别是台湾与日本冲绳距离很近，若台湾落入解放军之手，日本本土和海上交通线将直接暴露在中国军力威胁下。近期日本政要更明确表示，不论美军是否参战，日本都会全力协防台湾。这表示中国若攻台，几乎等同同时向美日开战。这样的多线作战对解放军而言将极其不利。李毅等鹰派学者自己也承认，中共若要应对美日介入，必须做好极大伤亡的准备。李毅甚至妄称美国中打会让大陆伤亡7500万到1亿人，大打可能会死掉1半中国人。虽然这些话极具夸张成分，但也点出了台海战争可能升级为世界大战的风险。核武器的阴影更使情势复杂，一旦常规战事交着，各方是否会考虑动用战术核武，是一个可怕但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考量都使得24小时速战的构想显得幼稚。台海不是一个孤立战场，牵涉的是大国博弈，一旦开打，就难以轻易收场。除了军事角力，还有经济与科技的博弈。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重镇，
特别是晶圆代工领域举足轻重。许多分析指出，中共即使不惜代价统一台湾，也不会想看到满目疮痍、一无所剩的台湾。何况现代经济体系高度全球化，一场台海冲突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毁灭性打击，甚至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将使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各国经济遭受重创。因此，美中在台海问题上其实都存在某种克制。北京虽然叫喊武统，但明白轻启战端将付出极大代价。华盛顿则在战略模糊中支持台湾，希望下阻北京，但不至于刺激其铤而走险。台海之稳关系着亚太之稳，乃至全球之稳。因此，地缘政治大环境并不利于任何一方在此轻举妄动。这也是为什么当小粉红们在网上兴奋地讨论几小时解放台湾时，多数严肃的军事专家只会嗤之以鼻，因为他们清楚，真正决策者心中有本账，远比网民想象的复杂。总而言之，军事和地缘政治现实决定了台海问题没有快速简单的解法。一方希望速战速决，一方决心严防死守，域外强权虎视眈眈，任何轻率动武都可能引爆大规模冲突。对中国而言，24小时速战的神话更多是宣传意义，用于恫吓台湾和振奋国内民心，但在实际战略盘算上，北京不敢不慎重三思。正如一位美军将领所说，攻打台湾将是本世纪最复杂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没有任何保证中国能成功，更别提在1天之内完成任务了。另一方面，台湾也在积极调整自身战略，以小博大，抗衡强邻。近年来，台湾提出所谓刺猬战略、豪猪战略，强调不与解放军硬碰硬决战，而是着重发展大量不对称武器，使台湾像刺猬般难以吞咽。一方面增购机动性强的飞弹快艇、布雷舰、反舰飞弹等，另一方面加强后备动员和全民防卫教育，务求提高侵略者的攻台成本。这种战略思路获得美国等盟友支持，美方加紧军售并协助台湾军队训练。例如，美军现役教官据报有派驻台湾协助训练3军部队，也有美军特种部队退役教官在台湾观摩演习后感叹攻打台湾将会是场噩梦。这些实际动作与评价都在向北京传递明确信号，即使抛开美日介入，单凭台湾自身的准备，也足以让任何入侵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在金门岛的滩头，至今仍布满了当年国共对峙时设置的水泥三角锥，距登陆障碍夕阳下远方隐约可见对岸厦门的天际线。这幅景象正象征着台海两岸兵戎相见，却又谁也不敢轻动的诡谲现实。一边是虎视眈眈的强大对手，另一边是武装到牙齿的坚强堡垒，中间夹着的是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繁荣。哪里是24小时就能速决的局势？稍有理智的人都能看懂这其中千钧一发的张力。除了军事和战略层面的较量，24小时攻台论战背后还隐含着言论自由与价值观的深刻冲突。台上辩论的胜负不仅是知识和胆识的较量，更是两种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对照。一方成长于开放多元的民主社会，习惯于自由思辨和质疑权威；另一方来自高度控管的舆论环境，自小接受单一的爱国叙事而缺乏挑战官方论调的空间。这种背景差异在此次交锋中表露无遗。林同学能在国际论坛上侃侃而谈，离不开台湾社会的自由言论土壤。在台湾，无论是质疑政府防务政策，还是反对甚至嘲讽领导人，都是受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范畴。各种观点得以交锋，反而使政策更趋成熟。例如，台湾内部也有过不对称战力够不够，要不要全民皆兵的争论，甚至对美军介入的可靠性也有不同声音。但这些公开讨论最终汇聚成为更全面的国防共识。林同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因此他面对武统台湾这种尖锐命题时，才能以平常心论事，不会唯唯诺诺附和。而他的对手赵同学显然从未遇过公开质疑解放军必胜的场合。在中国，公开唱衰解放军战力可能触犯法律。近期大陆还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规，对诽谤贬损人民军队者予以重罚。一名大陆网民因在网上质疑解放军在中印冲突中的伤亡数据，就被判刑8个月。
这种高压之下，中国舆论几乎一面倒地吹捧解放军的强大，渲染统一进程不可阻挡。久而久之，像赵同学这样的大学生，自然就把一天攻台这类未经验证的好语当成常识。当他走进自由论坛，才猛然发现自己很多常识其实经不起推敲。然而习惯使然，他一开始只能附送宣传话术，完全没有资料和论述能力去应对质疑。在那一刻，集权教育与自由思辨的差距显露无遗，言论自由的差异也反映在两岸对仇恨言论的态度上。中国国内的网络舆论场对那些叫嚣武力犯台，甚至不惜和平台湾的极端言论，往往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只要这些言论被冠上爱国之名，而相对地，任何主张和平理性对话或者对战争风险持保留意见的声音，反而可能遭围攻甚至查禁。长期下来，一些大陆网民习惯了用最激烈的语言彰显自己的爱国忠诚，哪怕内容逾越道德和人性的底线，也在所不惜。反观台湾，虽然言论自由，但对于煽动暴力或背离人道价值的言论，社会主流仍是零容忍的。在林同学演讲赢得掌声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社会近期一个有趣的案例：一名取得台湾居留权的陆配女性，在网络上公然鼓吹中国武力统一，被台湾政府以危害国安为由撤销居留，限令出境。此事引发部分大陆网友讥讽，台湾也没言论自由，但台湾舆论主流支持此举，认为言论自由不包括鼓动消灭自己的自由。毕竟，对一个生活在台湾享受自由的人来说，公开支持外国对台动武已非单纯言论，而近乎预备行为。这反映出台湾社会对自身民主安全的珍视。也许正是因为看过集权的黑暗，台湾人在捍卫民主价值时格外果决。在国际场合，价值观的碰撞更加直接。前述中国学生喊出留岛不留人被美国教授赶出教室的事件就是极端例子。一方认为自己在表达爱国热情，在中国受过的教育让他觉得武统言论理所当然，但在普世价值观看来，那已是赤裸裸的种族仇恨与暴力威胁，严重违反文明社会准则。小粉红们或许感到委屈，难道我们中国人表达统一诉求就是错的吗？其实没有人反对和平统一的愿景，问题出在如何表达，如何实现。当统一变成屠杀的同义词，当爱国变成以践踏他人生存权为代价，全世界都有理由予以谴责。在这次论坛上，林同学之所以获得各国观众支持，不仅因为他论证有力，更因为他所代表的是和平、民主、尊重生命的价值立场。反观那些口出恶言的小粉红，他们的言行给外界的印象是狭隘、好战和不人道的。他们自诩爱国者，但在国际上恰恰败坏了中国青年的形象。或许小粉红们该重新审视究竟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不是盲目的相信战争幻境，更不是把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首选。相反，爱国应该意味着对同胞生命的珍惜，对国家前途的负责。如果说林同学那5分钟演讲是一堂课，那么课题之一就是理性交锋胜过情绪宣泄。他以自己的自由思想和道德勇气，拆穿了仇恨言论的虚妄，彰显了言论自由的力量。在自由空间中，真理未必越辩越明，但没有辩论，伪装的谎言永远无法现形。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长期一言堂，使许多小粉红缺乏接受挑战的心态和能力。一旦面对来自自由世界的质问，他们往往不是沉默就是抓狂。要追上这种差距，除非中国社会本身能够更加开放，允许多元声音存在，否则类似的价值观碰撞还会继续，且每次结果恐怕都对小粉红不利。总的来说，两岸年轻人的这场交锋，不只是军事观点的交锋，更是自由与封闭、理性与狂热的交锋。一场公开辩论胜负或许不足以改变什么，但它让更多人看到，在没有高压钳制的环境下，真理有更大机会战胜谬误。林同学勇敢发声所代表的价值，正是台湾多年来自由民主的结晶。而他对面的赵同学和其背后的小粉红群体，他们的窘态与愤怒，则凸显出集权话语在阳光下的不堪一击。这不禁让人想到一句话：民主国家的一个学生就能击退专制国度的一群战狼。或许有点夸张，
但确实点出了言论自由的强大力量。当谎言无所遁形，当恐吓失去效用，留下的只有真相本身。解放军24小时攻占台湾这个神话，在台湾学生5分钟的冷静分析面前，终于露出破绽。这场跨海论战给所有关心台海局势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战争不是儿戏，舆论泡沫终将被现实戳破。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见证了一名年轻世代台湾人如何运用知识与理性，优雅地化解了对岸咄咄逼人的攻势，也看到了一些大陆年轻人在信息铁幕下所遭受的认知局限，以及当他们直面外界挑战时的种种不适与迷惘。从军事角度看，轻率地认定一天解放台湾只会陷自身于危险幻觉。两岸实力虽悬殊，但守方有备，攻方忌惮，多方牵制之下，速胜无望。好战言论或许能在网络上博取掌声，却无法改变炮火纵横的残酷现实。从这次交锋延伸开去，我们更深刻地体认到和平的可贵。动辄谈战只会令生灵涂炭，理性克制方能避免鲁莽酿祸。林同学以寥寥数语解构战争狂想，远胜千军万马之势，正说明了沟通对话胜过子弹导弹。从价值观角度看，开放社会与集权社会培养出截然不同的公民素养。前者勇于独立思考，尊重事实，即使面对强权压力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后者习于服从，高喊口号，缺乏批判精神，而容易被煽动利用。幸运的是，在这场论坛上，自由思想赢得了掌声，仇恨谣言则碰壁溃败，真理不怕辩论，正义不惧阳光。这正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所在，也是威权体制最害怕的地方。当越来越多的人勇于揭穿神话，直视真相，战争的鼓吹就失去了市场，和平的理性终将占上风。对于仍然沉浸在武统快感中的少数人，希望这次事件能有所警示。网络上的虚幻胜利毫无意义，只有面对现实，追求双赢才是正道。两岸中国人虽然有着不同的制度与价值观，但分享着相同的血缘文化。真心爱护这片土地的人，应该寻求的是避免战火、和平共存之道，而不是将对方妖魔化，妄想透过极端手段一夕解决问题。和平不是懦弱，克制不是退让，相反，正是因为对生命的热爱，对未来的负责，才选择以理性对抗偏执，用对话化解误解。那位台湾学生在国际舞台上的从容表现，也许正是两岸年轻一代可以共同努力的榜样。用知识取代偏见，以沟通终结对立。最后，我们不妨以林同学在演讲结尾的呼吁作结：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才是唯一出路。这句话赢得全场起立鼓掌，也值得所有关心台海的人深思。当神话遇上现实，谎言终将退散，唯愿理性终能战胜狂热，让台海永远成为交流之海，而非战火之海。毕竟没有什么比2300万人的自由与幸福更值得全力守护。让我们以此共勉，珍惜眼前得来不易的和平时光。